异空间文明，伦巴文明，文明历史31546年，文明等级2级星际级文明，主要能源核能、引力能，势力范围3.5光年，可居住行星5颗，人口119亿，舰种战力战斗舰88到100点，语言伦巴语。一个中规中矩的2级星际文明，军事实力不强，能够安然生存3万多年的时间，看来是附近空域的外部环境还不错，没有什么强侵略性的文明，很容易解决。先看看附近空域的虚拟成像，再制定计划吧。我靠，这什么鬼东西？一个中型黑洞！优鹏号，立即拉开距离，雷达探测更加详细的信息。还好优鹏号处于黑洞边缘，可以轻松脱离黑洞范围，不然就麻烦了。对伦巴文明这样一个2级星际文明，在虚空中构筑起这么一座规模庞大的太空城市，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应该是为了黑洞中的那艘战舰吧。按照正常情况，这艘战舰应该被黑洞进一步的牵引而吞噬，可实际上，这艘巨型战舰却始终保持着一个平稳的速率，围绕黑洞的中心做圆周运动，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景象！数据情报分析已生成，米诺留斯号的陨落。米诺留斯号来自一个高等文明，因为一场惨烈的内战，这艘承载最新引力场护盾技术的试制品战舰，在匆忙中被卷入战场。在战斗中，米诺留斯号被重创。最后凭借独一无二的引力场护盾，米诺留斯号借助黑洞的恐怖威慑力，成功将追杀者坑杀。虽然在引力场护盾的保护下，米诺留斯号得以不被黑洞吞噬，但被击毁半数引擎的米诺留斯号也无法脱离黑洞的引力范围。随着时间的流逝，米诺留斯号上的舰员全部在绝望中消亡，只留下孤独的米诺留斯号在黑洞的引力作用范围内无尽的游荡。万年时间，米诺留斯号正在缓慢地走向不可逆转的毁灭。伦巴文明在对外探索的过程中发现米诺留斯号，试图从这艘来自高等文明的巨舰上获取到一点什么。能够抵抗黑洞吞噬的战舰，这艘高级文明的战舰，但凡上面有任何一个部件能够被舰载火种认定为舰载模块，简直就是原地爆炸的节奏。优鹏号，开启灵性侦测。检测到舰载模块，天蝎死光炮，橙色品质，攻击强度500，充能时间20秒，缓冲时间30秒，攻击属性死光，能量消耗500点每发，特性猩红灾祸，所造成的损伤在1小时之内无法被任何方式修复。黑洞巡游者，红色品质，护盾耐久度9000，恢复速度每秒100点，激发速度10秒，过载重启时间1小时，护盾类型引力场，防御属性80%动能防御，80%粒子防御，80%激光防御，80%神秘防御。特性1，巡游者，可忽视引力对本舰所造成影响的99.99%，该项特性无法继续提升，哪怕是黑洞也无法阻挡自由巡游者的脚步。2，吞噬者，强度低于60点的攻击将被护盾的引力场所吞噬，护盾的耐久度不会因此降低。驻足凝视黑洞之时，黑洞也在凝视你。一件橙色史诗品质的主炮，一件红色传奇品质的护盾，我一定要把这2件模块拿到手。天蝎死光炮，这门主炮与拥有暴力输出模块的战列舰主炮相比毫不逊色，它的特性猩红灾祸，堪称恐怖。如果是上次遇到的生物战舰被击中，只能源源不断地流失生命力，
黑洞巡游者，它的防御属性极度全面，而且强大。无论是动能攻击、粒子性攻击、激光类攻击，还是最难防的神秘系攻击，黑洞巡游者的伤害减免都高达80%。只要舰体结构够强，引擎功率够大，搭载这件引力场护盾的火种战舰，真的有可能重现眼前的奇景，在黑洞的引力范围内巡游。至于伦巴文明那座太空城市内，只探测到6枚绿色与蓝色光标，没必要关注。眼下最大问题是如何把米诺留斯号上的2件高品质模块给拿到手。幽鹏号一旦进入黑洞引力场范围，很快会被吞噬。也许能够采用卡时间点的方法，等到24小时的异空间战场持续时间到达前，驾驶幽鹏号突入黑洞的引力范围，直奔米诺留斯号而去。取得2件极品舰载模块后，赶在被黑洞吞噬之前返回本宇宙。但这样实在风险太大了，进去时间也很难把控。进入黑洞引力范围后，我也不能保证幽鹏号能够与米诺留斯号接线。米诺留斯号上的引力场护盾还处于工作状态，幽鹏号不一定能突入。可是错过这次机会，再发现一艘米诺留斯号来自高等文明的造物，概率太渺茫了。错过这次的话，今后可能就遇不上了。千古难得的机遇，不搏上一搏都对不起我自己，但风险实在太大，成功率也太低。算了，还是放弃吧。好不容易重活一次，我不能轻易梭哈，赢再多次也没用，输一次就全完了。只要系统还在，我就有无限的可能。就在王栋准备放弃离开的时候，雷达屏幕上突然显示出远处太空城市的异动。伦巴文明这是干什么呢？伦巴文明的太空城外，一支舰队朝着远处黑洞的方向驶去。在他们抵达黑洞引力范围边缘时，释放出了大量的微小金属箱。之后，这支舰队迅速撤离，仿佛是被某种可怕的危险驱赶着。这些金属箱被释放之后，彼此链接起来，组成了一颗巨大的引力场炸弹，之后朝着前方的黑洞战舰飘过去。全程监控着这一幕的王栋满脸疑惑，看来他们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幽鹏号，看看他们到底想做什么。开启数据入侵模式。经过我们无数次尝试，终于找到打开这座宝藏的方法。从宇宙商人那里购买的大当量引力场炸弹，已经布置在黑洞引力范围的边缘。只要引爆，就能产生新的引力场，进而影响到这个中型黑洞的引力场。哪怕这种影响是极其短暂且局部小范围的，但已经足够了。根据我们这么多年的研究可以确定，黑洞巨舰上的舰组人员早已在万年时光下消亡殆尽，但舰载智脑依然忠实执行着从黑洞引力场的范围内挣脱的这项指令。到时候黑洞引力场发生波动时，这艘巨舰就可以从黑洞引力场范围深处逐步地上升到外围。相信再来几次，就有可能将这艘巨舰从黑洞引力场范围内牵引出来。为了购置昂贵的引力场炸弹，我们整个伦巴文明已经接近破产的边缘。我们现在就指望着从这艘巨舰上能够获取到超额的利润。根据我们的探测，巨舰的护盾已经接近枯竭，8到10个小时之后，巨舰的护盾将过载崩溃。也就是说，如果这一次的实验没能一口气将巨舰自黑洞引力范围内牵引出来的话，不错，它将不可抗拒地坠入黑洞深处，被彻底湮灭。看来大家都没意见了，那么最高首脑指示，此次行动必须成功。明白，伦巴文明必将跻身高等文明行列。没想到米诺留斯号的护盾即将崩溃了，还好进行了数据入侵，就看看这个伦巴文明的最后一波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到时候或许还能插一手。引力场炸弹就位，力场放大器就位，高强度牵引光束就位，一切准备就绪，引爆倒计时。这次尝试将决定伦巴文明多年的投入是否能够获得回报。此刻整个伦巴文明以及在幽鹏号上的王栋都紧张地盯着引力炸弹，在逐渐靠近既定坐标。3、2、1，引爆！
倒计时结束的瞬间，早就设定好参数的引力炸弹由内而外发出耀眼的光芒，巨大的能量在黑洞边缘形成一个小型引力潮汐，像漩涡一样将周围的引力，甚至将沉寂万年的米诺留斯号都给牵动。黑洞中，米诺留斯号仿佛被惊醒过来，引力全开，奋力向前，舰身不断抖动。它正在承受着恐怖的引力挤压，连护盾都在颤抖着破裂。黑洞外围舰队快上前，高强度牵引光束发生器全功率开启。早就准备就绪的伦巴文明舰队朝着黑洞奋力向前的米诺留斯号发射出牵引光束，协助这艘古老战舰挣脱黑洞的吞噬。米诺留斯号不断移动，逐渐脱离了黑洞的内层区域，但护盾及其舰体都在引力场的撕扯下承受着恐怖的压力，仿佛下一刻就会立即解体。他们竟然快要成功了，还差一步。米诺留斯号仍旧在黑洞的吸引力作用范围内，但几个引擎的巨大推力让舰身略微扬起，加上牵引光束的反作用力，米诺留斯号还是在艰难地往前。但在米诺留斯号快要到达黑洞边缘时，突然间一股引力流掠过，原本艰难往前的推力直接被打断，米诺留斯号笔直往黑洞深处坠落。完了，我们失败了，伦巴文明彻底失去崛起的机会了。引力流打乱了节奏，现在米诺留斯号没有继续往外脱离黑洞，反而会被拉入更深处的黑洞，只能这样了，赌一把。承受着越来越强大的引力撕扯，米诺留斯号上金色防护罩化成光粒消散，持续了数万年的支撑终是走到了尽头。不仅如此，表层装甲也在不断破碎，但能量护盾的破碎也让米诺留斯号能源供应恢复了大半。引擎全开的状态下，暂时能抵挡住黑洞引力牵引。而就在这时，优鹏号解除隐匿状态，悍然现身，笔直地撞了过来，直接粉碎了米诺留斯号脆弱不堪的舰体。密密麻麻的钢铁构件四处飞溅，暴露出巨大的豁口。优鹏号，朝着断口继续加速，全速前往黑洞巡游者所在的位置，一定要赶在被黑洞彻底吞噬之前找到黑洞巡游者。富贵险中求，王栋最后还是决定赌上一把，以优鹏号的 S 级战舰作为赌注，直接进入到米诺留斯号的残骸内部。警告：装甲损伤4%，舰体损伤2%。警告：装甲损伤7%，舰体损伤3%。还好之前米诺留斯号快抵达黑洞边缘的时候，我就开始朝它接近了，现在才能做到接线，就在前方了。优鹏号高速向前飞去，越过一个个巨大的金属柱和内部的残骸，一直抵达巨大的金属大厅。大厅中央，一个小金属箱被粗大的线缆固定在地板上，这就是王栋的目标所在。优鹏号发射激光，打断链接的电缆，之后迅速发出牵引光束，将小金属箱吸到半空。随着金属箱的脱离，整个大厅都在震动中崩开裂缝，即将崩塌。优鹏号，断开改革联盟契约，复苏2型能量护盾，生化系医疗舱链接，消耗1个单位的高级能量结晶，激活进阶功能，无块搭载时间免除。黑洞边缘，动力引擎接连熄灭的米诺留斯号正在黑洞引力作用下不断陷入，而在它巨大的残骸体内，优鹏号还在疯狂飞驰，争夺一线生机。消耗原点，激活黑洞巡游者。施加在优鹏号上的引力越来越强了，要不是我有终极断体术的修为在身，怕是已经开始呕血。但一切都还在计划内。黑洞巡游者成功激活。随着黑洞巡游者模块搭载，特性立即被激活，优鹏号当即被金黄色的光晕包裹，隔绝了黑洞引力的牵引。巡游者特性发挥作用了，来自黑洞的引力在被豁免掉99.99%后，对于我与优鹏号而言已经再无作用。不过米诺留斯号还在往黑洞深处坠落，
虽然装备了黑洞巡游者，但被拉入到黑洞引力范围的深处后，还是很危险的，得赶紧找到另一节模块。启动了黑洞巡游者的幽鹏号高速向前驶去，进入到米诺留斯号更深处的残骸。周围所见全都是倒塌的巨大金属柱、金属构件散落漂浮。天蝎死光炮也到手了，赶紧走！终于猎取到目标物的幽鹏号，在黑洞巡游者的抵挡豁免状态下，飞速冲出米诺留斯号的残骸，朝着黑洞外围脱离。而在他身后，米诺留斯号的残骸已经坠入黑洞内层。这艘战舰究竟从哪里来的？幽鹏号，主炮发射，干掉他们！刚脱离黑洞影响的幽鹏号毫不犹豫地发射超新星爆射炮，击中了伦巴文明舰队。强大的火力碾压下，伦巴文明舰队毫无反抗之力，顷刻间就被撕裂装甲，连核心都被迅速摧毁，炸成一团巨大的火花。这次异空间战场的收获实在太大了，一橙一红2件极品模块，其价值非凡。虽然天蝎死光炮暂时无法装备，但有黑洞巡游者，幽鹏号起码在北地星域范围内，不需要担心安全问题。原点增加695，剩余原点2899。有了黑洞巡游者，幽鹏号原本漫长的发育期完全可以大大缩短，上次没有完成的事情也可以继续了。哼，不知道会有什么惊喜呢？是时候回去了。哼，这次可真的太刺激了，差一点就葬身黑洞。啊，你已经回来了？没办法，临时收到的消息，不得不改变行程。清晨，回到白银之堡的王栋在书房里看到了才离开几天的黑石男爵，但这一次，黑石男爵脸色凝重，手上握着一份书简。你看看这个。早晨，白银之堡书房内，王栋盯着书简，表情变得凝重。征召令，终于还是来了。整个北地星域动荡的初始，北地大公的野望。发起征召的是整个北地星域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北地大公。这位北地星域最尊贵的上位者，刚刚继位2年，年龄刚过30。鉴于近几年北地星域内的星道团数量与规模皆呈上升趋势，因此北地大公决定征召北地星域内各个贵族的力量，对星道团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打击。这个理由十分正当，北地大公确实有权利发起这样的征召令。前世，这是一次影响深远的事件。北地大公以清剿星道团这个理由，征召起整个北地星域绝大部分贵族的力量。这只是表象，内里则是另有目的。征召起来的强大舰队，初期根据北地大公提供的情报，确实剿灭了不少星道团。但之后，他们集中奔赴一处，据说是某巨型星道团老巢时，突然遭遇到一尊行星生命。行星生命是一种特殊的生命体，它们的外在表现形式为一颗颗行星规模的星体。这种庞然大物以宇宙游离能量为食，喜好在星空中游弋，不断追逐宇宙游离能量的富集地带。每一尊行星生命的战斗力都要胜过同等规模的经过人为改造的武装到地核深处的战舰。它们的内核是一种蕴含神奇力量的宇宙奇物。对于火种战舰而言，行星生命的内核足以使其完成阶层上的进化跃迁，比如使一艘巡洋舰进化成为一艘战列舰。整个紫金王国明面上的战列舰数量堪堪不超过10艘，因此哪怕行星生命实力强横，依旧不乏对他垂涎3尺的贪婪者。年轻的北地大公便是其中之一。虽然目前北地大公领内有一艘火种战列舰，但北地大公本人的坐舰却还只是一艘巡洋舰。也不知北地大公使用了何种手段，当讨伐舰队与这尊行星生命遭遇时，原本平和无攻击性的他，却悍然向舰队发起主动攻击。在行星生命特有的场域束缚下，讨伐舰队无法撤离，只得正面迎战。最终，
讨伐舰队成功的重创这尊行星生命，付出的代价却是高达30%的战损。整个北地星域内的贵族哀声一片。事后，早有准备的北地大公的直属舰队，追寻着遭到致命重创的行星生命，试图将其击杀。很显然，北地大公此次征召令的最终目的，就是利用讨伐舰队的牺牲，来换取这尊行星生命的内核。遗憾的是，机关算尽的北地大公，没能完成最后一击，反而被这尊行星生命遁入未尽星河之中。北地大公不但没能成功的获得他梦寐以求的行星生命内核，反而沦为笑柄。但在不久之后，重整旗鼓的北地大公再度挑选精兵强将进入未尽星河，终于成功将那尊行星生命斩杀，获得行星生命内核，将座舰进化至战列舰。至此，设于北地大公领内至少2艘火种战列舰的强大武力威慑，付出惨重代价的诸多贵族敢怒不敢言。可事实上，北地星域内已然是暗流涌动，并在一段时间后引发了波及整个王国的巨大动荡。前世响应征召令的黑石男爵领派出的是黑石号与其他2艘火种战舰，在遭遇行星生命后，黑石号被重创，其他2艘火种战舰战没，黑石男爵领的力量受到惨重损失。而隔壁的高地子爵领虽然同样派出战舰响应征召，却侥幸没有任何损失，力量对比失衡，加上背后方天伯爵领的推波助澜，高地子爵领开始对黑石男爵领制造各种矛盾摩擦。算算时间，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收到征召令。这是新任北地大公尚未获得第1次征召令，按照贵族法则，我们必须派出至少3艘火种战舰参与其中。如果是单纯的讨伐星道，那我们没什么好说的。可是这次出行，巧合之下我发现了一些端倪。北地大公的直属舰队在未尽星河边界处有异常动向，这让我不得不怀疑北地大公的这次征召令是否有其他内幕。北地星域如此广袤，贵族们集结麾下的火种战舰需要时间，再赶往北地大公领同样也需要时间。我们不急于做出决定，等待一段时间，看能否获得更详细的消息。就这样吧。征召令上注明的集结时间是7月10日，1个多月后。前世时，男爵始终抱病，无法离开男爵领，也自然不会有这种怀疑。这也是我带来的蝴蝶效应，导致了一些变化。现在将内幕如数托出，没有合适的借口。等上几天，说从某种渠道得到了相关消息。矿星的那条小行星带矿区深处有些不对，我需要进去看看。随着黑洞巡游者的入手，我的安全感大大增强，也是时候该透露一些东西了。男爵领作为我从正规途径获取钛晶的渠道，不让男爵了解一些东西，后续不太好操作。经过上次的治疗，男爵似乎已经猜到一点。如果你认为有必要，就去吧，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明天我会对外说你在白银之宝闭关。矿区深处，幽鹏号深入到小行星带。终于又到了天虎商队遗留的勘探报告上所标注的第13处空域。这矿区的最深处有一整片空域，都被大片大片的巨型引力湍流包裹在中间，还有诸多隐形的引力湍流。上一次面对这些引力湍流，我选择了退却，本以为要等到很久以后才有可能再度踏足这里，没曾想一次异空间战场内的奇遇，获得了黑洞巡游者。幽鹏号，激活黑洞巡游者引力护盾和蜃楼系统，朝着矿区深处前进。幽鹏号开启引力护盾，随后引擎全开，朝着小行星带高速行驶。巡游者特性真好用啊！幽鹏号平稳地航行在其中，丝毫没有受到引力湍流内部那混乱引力场的影响，已经连续穿越几个大型引力湍流，马上抵达这片空域的深处了。高速飞行的幽鹏号很快穿过了外层的行星带，而在抵达目的地的瞬间，王栋看着雷达监控屏幕上的景象，忍不住瞪大了眼睛。这是
我本以为被诸多巨型引力团流包围的空域内，应该就是形成这种天体奇观的罪魁祸首，一道空间裂隙，或是形成中的微型黑洞。没想到，这些引力线链接着一个个的巨型引力团流，形成诸多巨型引力团流的罪魁祸首，就是这座翡翠色的小山。优鹏号，开启广域超波探测器。检测到目标物，正在分析，成功分析目标物，钛晶。钛晶，成功分析目标物，坍缩光子石。还以为能够从这座翡翠小山中发现某种高度珍稀矿产呢。而这个坍缩光子石，没听说过。等广域超波探测器显示出进一步信息吧。目标物特性分析成功，坍缩光子石，低级宇宙奇物，蕴含坍缩特性的奇珍物质，能够辅助火种战舰进化。什么？宇宙奇物？火种战舰进化的关键钥匙？优鹏号，靠近那座小山，古南特钻头准备。宇宙奇物不分品质，火种驱逐舰可以吸纳低级宇宙奇物，进化到火种巡洋舰。新任北地大公心心念念的行星生命内核，则属于终极宇宙奇物的一种，能够使火种巡洋舰进化至火种战列舰。宇宙奇物是比起高级能量结晶要更加罕见的奇珍，每一件宇宙奇物往往都要经过漫长的岁月与极端苛刻的天文环境，才能孕育而出。没想到，在这偏远的矿区星域内，竟然会有这等奇珍存在。先把钛晶开采出来吧。这么大一座山，优鹏号可装不下。坍缩光子石如果没有特殊的容器进行收容，所在空域很快就会生成新的引力团流。坍缩光子石牵引着外围诸多的巨型引力团流，一旦被收取，很可能导致周边空域的紊乱。每一个巨型引力团流都相当于一颗引力炸弹，到时候优鹏号倒不怕，就怕有钛晶一事了呀。所有钛晶都被开采出来了，接下来到正戏了。黑洞巡游者除开基本属性上的优势外，还有其他一些便利之处。一般的能量护盾在进行货物牵引出机载舱时，必须将能量互动关闭，互动关闭后需要时间重新激活，而黑洞巡游者则不需要，这就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便利性与安全性。优鹏号发出牵引光束，将块1米见方发着光芒的翡翠石吸入，一直到落入货舱中，王栋才松了一口气。在内收纳进优鹏号后，那些肉眼不可见的引力线也依旧存在，与外界的巨型引力团流相连，除非有特殊的容器能够隔绝这种联系，否则就算只是想要取走坍缩光子石，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优鹏号上并没有这种特殊容器，但我直接就可以将其处理掉。这件低级宇宙奇物，哪怕能够卖出一个天价，我现在也不可能拿出去卖的。优鹏号虽然只是一艘新舰，但火种战舰的进化可不需要考虑年限等问题。只要能够吸纳一件低级宇宙奇物，舰载火种就可以进行一次自身的进化，之后再补充足够的物资和能源，在舰载火种的引导下，火种战舰就能够进行蜕变。随着坍缩光子石被挖去，引力场也随之坍塌。原本稳固的陨石带突然发生震动，大量陨石四散纷飞。优鹏号，全速离开这片空域。看来随着坍缩光子石被舰载火种吞噬，连接到外界那些巨型引力团流中的引力线消失，导致微型引力探索场形成共振，一个大型引力探索场开始成型。优鹏号在能量护盾的守护下，豁免了引力的影响，而在他身后，塌陷的引力场正在不断吸入散落的陨石，逐渐形成一个巨大的坍塌力场。这种壮丽的天文景象，我还是第一次见。优鹏号，储存在舰载光脑中。舰载火种进化中，舰载火种模块特性正在生成。是否激活模块特性自选功能？进行特性选择。是。根据该模块品质，
自主选择特性需要消耗1单位终极能量结晶，是否消耗？消耗。驱逐剑进化至火种驯养剑，剑在火种吞噬低级宇宙奇物，自身首先完成一次进化，随即剑载火种本身也将成为一件特殊的剑载模块，与剑体结构模块类似，不可替换，也不占用附加模块插槽。完成第一次进化后，剑载火种的品质由5品质提升至绿色品质，同时将随机生成一项特性。我有辅助系统，可以选择目前最适合的特性，就是它了。优鹏号剑载火种进化完成，剑载火种绿色品质，全属性加成10%，特性伪装者蓝色品质。在发送本剑身份讯息时，可进行隐藏或者篡改，优先级30，可支持本剑进化至巡洋剑。剑载火种的进化终于完成了。这项伪装者特性虽然优先度30，瞒不过高探测精度的存在，但却足以应付大多数空港与星门的身份验证，实乃居家旅行、扮猪吃老虎、杀人灭口的完美搭档。10%的全属性加成，相当于整艘火种战舰上的所有模块都至少进行一次强化提升。虽然剑载火种的强化只需要原点即可，但下次所需的原点1万单位。有辅助系统，原点和矿物以后我不太缺，最缺的还是钛晶吗？还是我积累时间太短了。哪怕我在这条小行星带矿区内发了一笔横财，也仅有31单位。看来小行星带矿区内的震荡，在大型引力探索场消散后依旧在持续。可以想见，在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条小行星带矿区都不适合进入，直到在其内部中心空域损失的物质得到补充，新的整体平衡形成后，这种影响才会消失。在此期间内，小行星带矿区的开采必然会受到限制。丁卫春总长要挠头了。我找了关系，从北地大宫的直属舰队入手，打探到的消息是说，直属舰队近期的动作是为了探明各个星道团的行踪与老巢。他这是胖了？别看了，中年发福嘛，男人都一样。等你到我这个岁数，也会这样的。北地大宫的事情，如果真的有什么隐秘，一般的渠道是不可能打听到的。不错，所以我一直觉得不对劲。我这儿倒是有个小道消息，也许和北地大宫的异常动向有关。有一支小型冒险团在魏境星河边缘地带发现一尊行星生命，他们试图隐瞒下这个信息，拿到首都星系去卖个好价钱。可惜啊，团员中有个家伙选择出卖消息，独吞好处。他出卖的对象就是北地大宫。不错，这样就说得通了。上任北地大宫陨落于异空间战场之中，连他的坐舰都没带回来。现任北地大宫临时上位，还没有时间培育好自己的坐舰。北地大宫里仅存的一艘火种战列舰，并非直接隶属于他，始终束手束脚。一尊行星生命的内核，所以让他的坐舰由巡洋舰进化为战列舰。所以他的直属舰队近期内频繁出动，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打探星道团的情报，更多的是为了掩饰他在确认行星生命相关情况的动向。现任北地大宫的这次征召令一定不怀好意，讨伐星道团只是表象，拿北地星域一众贵族的力量去消耗行星生命的能源储备才是他的目的。此次征召令，我会搭乘黑石号出战，顺便带上越军与王烈，你留守领地，谨守门户。还是我去吧，行星生命我也很感兴趣，能够亲眼见识一下，那是再好不过。越军站错队后就已经退居2线，男爵这次带上越军，显然有把他当作炮灰的意思。王丽是男爵本家的旁系子弟，当初跟随男爵一同开拓，是绝对的心腹。直属我麾下的钢骨号、斩马号、战刀号，乃是刚刚编入警备舰队的银云号，
这次一艘也没动，连卧病在床的假象都想放弃，看来是怕我这次去了遭遇不测。你去？钢骨号和行星生命丸接舷战，你是在开玩笑吗？征召令上可是要求必须由爵位者带队的。我们领地除了我这个男爵外，你这个爵士可不是正式爵位。我不去谁去？还是说你有什么想法？你兵威谁都知道，而且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男爵领，区3艘火种驱逐舰并不被看重，有我这个继承人带队，完全说得过去。只要有合适的人选牵条线，甚至都不需要惊动北地大公，直接给负责统计的官员打个招呼，问题就解决了。北地大公领自初代大公爵以来，便以军法持家管理，但凡领地内有官员敢收受贿赂，做出不法行径的，一律处死。你确定这条路能行？以前的北地大公领当然不会有这种空子钻，可现任的北地大公立足未稳，内部倾轧严重，导致诸多管理规章形同虚设，早已不复当年的严谨之风。哪怕如此，这么危险的事情，你也不适合去。这一次，我的坐舰是银鱼号，同时，我不单带上钢骨号，还有战刀号和斩马号也一并出击。面对行星生命固然危险，但既然我们已经事先知晓，自然有规避的操作空间。征召令明面上的理由是剿灭星道团，哪怕做样子，初期肯定也要和星道团过手。这种征召令，北地大公领必须开启功勋兑换体系。我需要功勋，很多很多的功勋。现在的幽鹏号急需太监，而太监，贵族通过功勋系统是可以进行兑换的。哼，银鱼号，怎么不是幽鹏号？是银鱼号，幽鹏号已经走远了。幽鹏号出现的那一天不会太远了。舰载火种进化后的新特性伪装者，可以伪造战舰身份信息，然后再给幽鹏号换个大陆货色的涂装，再以购入新舰的名义登记好明面上的身份信息。在北地星域这种乡下地方，只要不往那些大佬面前走，是没有问题的。算了，银鱼号就银鱼号吧。既然你主意已定，而且以你一贯以来的谨慎性格，肯定还是有其他底牌吧。放手去做吧。多谢您的信任，必不会让您失望。看来男爵已经有所察觉，假如这次我说的不是银鱼号，而是幽鹏号的话，男爵照样会给我背书。但眼下，幽鹏号还需要隐藏在暗中，希望能够在这次的大行动中，尽可能多的获取到一些额外的收益。鹏号舰体结构，什么？这舰体？这竟然是传说中的橙色舰体模块！幽鹏号指挥室内，司马仲达看着面前的全息面板，一脸震惊。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王栋隐藏的底牌竟然是这东西。一艘具有橙色品质舰体结构模块的初代舰，意味着这艘战舰的主人将成为无数传说故事中的主角。在这巨舰星河的时代，什么才是最好的出路？当然是加入这样一个有着无穷潜力的团队中去。那么如此说来，袁术的战舰最后是落在您的手里。不错，也是我亲手为袁术举办葬礼。仲达兄，可有见教？黄栋阁下果然深谋远虑，佩服。晋家方面之前受到逃回去的司马德朗误导，一直认为是失踪的司马德操吞没了袁术作舰的遗物，但近期晋家通过某种手段确认了司马德操的死讯，下一步很可能会派遣新的调查舰队前往矿星区域。无妨，池塘号已经彻底销毁，司马德操同样死得无声无息，没有任何线索能够指出谁是凶手。何况前段时间，金雀花联邦的世家势力在北地星域追杀钟神秀，造成重大伤亡。这种敏感期，金家舰队敢进入北地星域，只要被揭破身份，必然十分被动。你还有什么其他疑问吗？本人司马仲达在此郑重宣誓，将为王栋阁下奋斗终生。阁下，请见证我的忠诚，并始终凝视于我。司马仲达单膝跪地，行效忠礼。
王栋微笑着抬手抓取一柄长剑，剑身伴随着嗡鸣发出激光。我将见证你的忠诚，并共享你的荣耀。希望仲达你能够早日恢复真名。我恢复真名时，就是晋家覆灭时。王栋阁下，你可终于从矿区回来了。白银之宝，王栋刚回来，陈沙溢就迫不及待地迎上来。王栋阁下，此次北地大公的征召，男爵安排了我和阁下一起去。舰队目前由火种战舰钢骨号、银羽号、战刀号、斩马号、云雀号、新型突击舰10艘、侦察舰5艘、后勤补给舰5艘，合计25艘舰只组成。舰队还从未有过协同作战的经验。接下来几天就由我和林辉充当教官，在演习中为您加强指挥舰队作战的能力。那这几天就辛苦两位了。从正当途径获取钛金的方式并不多。黑石男爵领的权限是每年1000元币获得2单位钛金。除此之外，获得的方式有：侯爵以上的贵族开启功勋系统，发布征召令，为王室立下功劳，获得赏赐；领地内发现钛金矿，及时上报的，可以获得高额奖励和其中一定比例的钛金产出这几种。1000单位功勋可以兑换1单位钛金。我要在前期围剿星道团的战斗中立下尽可能多的功勋，全部兑换成钛金，舰队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就至关重要。拔剑击毁！太空中，演习舰队将中心的靶舰包围，一轮齐射，精准地摧毁靶舰。舰队已经高强度训练一段时间了，离集结时间只剩下半个月。在马达的努力下，黑石男爵领往北地大公领的行文已经得到正式批复。鉴于男爵病重，同意由身为继承人的我代为履行征召令义务。沙溢阁下，接下来全体舰员放假2天，准备出行吧。我也要好好休息2天了。好的，王栋阁下。幽鹏号上的舰载火种缓冲时间已经结束，每个月都能够进入一次异空间战场的机会，可不能错过。矿区小行星带中，王栋的矿船朝着前方开启隐匿状态的幽鹏号驶去。副炮弹药余量11132，能源余量40050。以我的身份，补充物资方面多了，只要男爵领还有库存，要多少有多少。幽魂号进入异空间战场。赛斯文明，文明历史48596年，文明等级3级星际级文明，主要能源未知，势力范围15光年，可居住行星11颗，人口143亿，舰种战力战机110到180点，母舰1200点，语言赛斯语，文明体制议会制。3级星际文明。随着幽鹏号的等级提升，异空间战场的对手也越来越强了。不过这个文明倒是有些奇怪，舰种战力评估中没有出现一般战舰，只有战机和母舰2种。放大虚拟成像。幽鹏号的雷达屏幕上显示出赛斯文明的城市景象，金属大地上到处都是机械化的赛斯文明族人。这就是赛斯文明的人，全是一尊尊高达10米至20米的巨大金属巨人。一个赛斯文明人突然跳到半空，身体快速扭动，变形成战机，腾空而起。原来如此，竟然是机械生命体。自身就能变形成战机，那就不需要普通的战舰了。11号殖民星球，殖民者赛斯文明。先天强大的赛斯文明是附近空域的霸主，漫天飞舞的战机群是他们独树一帜的战斗方式。每到一颗星球，他们就会贪婪地采掘着一切金属矿物，再将这些金属矿物运往某些特殊的星球上，铸就新的殖民星。第11号殖民星球是赛斯文明最新的战果，它正处于热火朝天的建设过程中。
赛斯文明对他极为看重，如果想要对他动手，请三思而后行。一旦对这颗殖民星动手，对方会在短时间内反应过来，并大量增援，得谨慎一些。并且，随时可能会有更高级的异空间文明乱入。之前一直开启的蜃楼系统，也应该重新启动一下，延长时间。前往陨石群，巡听雷达，时刻保持警戒。消耗2500原点，10单位钛金，将超新星爆射炮由0级提升至5级。目前蜃楼系统缓冲时间是19小时，之后我有差不多5个小时的时间来收割第11号殖民星球这颗大韭菜。幽鹏号脱离隐匿状态，等待蜃楼系统完成缓冲。已经过去19小时了，消耗5单位的终极能量结晶，使用了模块成长至翻倍功能升级后的主炮攻击强度上升到60%，在舰载火种的10%全属性加成，以及星际猎手之冠武器攻击强度10%的双重加成下，可以达到72%。是时候出击了。从藏身的陨石带走驶出来，幽鹏号立即引发了赛斯文明的警惕。上百艘战机立即出动，朝着幽鹏号扑过来。密密麻麻的激光打在金色护盾上，荡起圈圈涟漪。虽然未能破开防御，但这只是第一波试探。开火，反击！幽鹏号侧身朝着敌方战机舰队，4门副炮火力全开，射穿敌方阵型，摧毁了大量目标。紧急通讯已经发出，第4母舰编队就在附近空域游弋，有着第11号殖民星球埋设的星标指引，在短时间内便可跃迁回来。这是一艘战力强横的神秘战舰，想必会给母星研究院中的那些老家伙带来一些惊喜。太空中到处都漂浮着密密麻麻的战机残骸，在幽鹏号的视野范围内，再无任何一架完整的赛斯文明战机。已将目标行星纳入射程，主炮充能完毕。等等，先不着急开火。辅助系统，消耗1单位高级能量结晶，开启进阶功能，原点获取翻倍。眼下幽鹏号的原点缺口实在不小，只能用最后1单位高级能量结晶开启进阶功能了。看来以后还要继续提升这项进阶功能。目前是翻倍，继续提升，也就是3倍、4倍，甚至10倍。幽鹏号，开启灵性探测。切，只有2件绿色品质的模块。算了，不要再拖时间了。超新星爆射炮继续锁定，发射。随着王栋一声令下，幽鹏号的主炮轰然开火，朝着前方的金属星球喷出一道金色光焰。赛斯文明的金属星球根本无力抵挡，毁天灭地的炮击下，整个星球都被贯穿，表层沦为一片岩浆。幸存下来的赛斯机械生命体在熔浆中无力地挣扎。原点加47732。还没等整个星球破碎，幽鹏号又是毫不留情的一击，狠狠砸在残破的星球上，整个球体都被加热，化成火海，向宇宙喷洒出赤红的铁水。原点加20750。只是2炮，就差不多结束了这颗星球的生命。无论是生命体还是其他物质，绝大部分都已经气化。现有原点68881。2炮就实现报复，这是多少火种战舰一辈子都不可能见到的数字。不行，我还是得谨慎一些。幽鹏号，开启蜃楼系统，藏到附近的陨石带。在实现大丰收之后，王栋也觉得自己太过张扬，赶紧让幽鹏号先躲起来，免得被对方的支援舰队偷袭。已经2个多小时了，都还没有等到敌方的支援舰队，总不会不来了吧？等等，来了！就在王栋思索着是否撤离之时，一道幽蓝色的光芒在太空中出现，笼罩着残破的赛斯文明表面，之后缓缓展开一个巨大的光幕洞口。
这是某种跃迁技术的组成部分。看来在地下足够深处的地方，赛斯文明还有基地存在。光幕洞口在展开后不久，一艘舰身长度超过5000米的赛斯文明战舰缓缓驶出，同时释放出大量密集的光点，朝着四周飞去。侦察舰吗？一来就释放出数万个小型侦察器，还好渗漏系统的隐匿特性足够强，要不幽鹏号还真逃不过这种侦察手段。而在这艘巨舰之后，光幕不断扩张，大量赛斯文明母舰迅速跃迁抵达。赛斯文明竟然还有这种短程跃迁技术，对一个3级星际文明而言，倒是殊不为意。一直到最后一艘赛斯文明母舰驶出，蓝色光幕才化作光粒消散。密密麻麻的母舰挤满了金属星球附近的空域，竟然来了近3000艘母舰。根据巡天雷达的探测结果，赛斯文明的母舰没有搭载能量护盾发生器。也对，能量护盾技术是4级星际文明才有的标志之一。母舰的外部装甲相当厚重，其材质也很坚固。赛斯文明作为金属生命，在合金冶炼上有着其他文明很难媲美的先天优势。这种装甲在面对动能类武器时具有很好的抵御效果，面对光束类武器，厚重的装甲层也能起到多次承上的作用，是一块硬骨头。唉，只能等到战场时间快结束时，以黑洞巡游者高达9000点的耐久度与100点每秒的超快护盾再生速度试一试了。每一艘赛斯文明母舰内一般都承载有至少10万的赛斯文明成员，光是其内承载赛斯文明成员就能够为幽鹏号提供40单位的原点，3000艘母舰，这得是多少原点呢？就剩最后30分钟了，再不打，对方有可能出现其他增援。拼一把！超新星爆射炮发射！隐匿状态的幽鹏号悍然现身，以一箭之力主动朝着远处的赛斯文明母舰舰队开火。耀眼的光芒从舰队中间炸开，一击就摧毁了大片战舰。原点加1233。陡然遭遇袭击，赛斯文明的母舰纷纷反击，密集的炮火笼罩着幽鹏号现身的方位坐标。舰首部位中弹，护盾耐久度下降0.3%、0.35%。终于锁定我的位置了吗？不过，这种程度的攻击对幽鹏号可不起作用。有黑洞巡游者在，这点伤害根本无法破防，随时都能恢复到最佳状态。双方交战片刻，赛斯文明也终于反应过来了。面对这艘战舰，根本打不死。这艘神秘战舰，绝非我们可以对抗的存在。联系母星，向伟大的赛博坦文明求援。剩余战舰，赶紧改变阵型，分头逃窜。伟大的赛博坦文明，您最忠实的下属文明正在遭受不明高等文明战舰的袭击，空域坐标376、255、289、178，卑微的祈求您的元首赛斯文明敬上。这么密的阵型，想逃？赛斯文明母舰试图撤离战场，但幽鹏号的速度远远凌驾在他们之上，毫不费力地追上来。主炮爆射之下，最后的舰队被炽热的光芒吞噬一空。原点加80623，原点加38757。赛斯文明，到此为止了。时间到了，幽鹏号返回本宇宙。大丰收之后，王栋没有继续停留，免得对方还有其他意想不到的支援。幽鹏号化作一道闪光，消失在原地。而就在幽鹏号刚离开的瞬间，残破金属行星的上空，众多战舰残骸漂浮的战场中央，突然出现一道巨大的蓝色圆形光幕，紧接着一艘更加庞大的神秘战舰悍然降临。本宇宙幽鹏号指挥室内，
剩余原点189494。果然是吉利数字。将最后一枚高级能量结晶用来激活原点获取翻倍，果然是个明智的选择。史诗级舰体结构强化至2级，黑洞巡游者强化至1级，舰载火种强化至5级，巡天雷达强化至5级。强化指令已接收，舰体模块强化中。史诗级舰体结构等级2，强化完成。舰体结构强度100，契合度70%，附加模块插槽10。特性：森罗万象，战舰附加模块插槽数量翻倍。将古南特钻头与生化器医疗舱重新搭载到新的附加模块插槽中。舰体结构每提升1级，U鹏号上的附加模块插槽就会增加2个。可惜啊，黑洞巡游者要使模块成长至翻倍，要消耗1单位高级能量结晶，只能取消。现在每次的异空间战场，我能够最多使用4次灵性侦测。模块强化完成，舰载火种等级5，全属性加成20%。探索者巡天雷达等级5，探测范围40，精度40。伪装者特性竟然随着舰载火种强化等级的提升，其优先度也在提升。伪装者的效果只有在穿越星门或者前往某些特定区域，必须发送本舰身份信息时才会受到考验。如果随着舰载火种等级的提升，伪装者特性也能同步提升优先度数值的话，总有一天幽鹏号真的可以戴上面具，大摇大摆地通行于绝大多数场合。到那时，原点还剩下不少，暂时不能动。太星眼下有了获取渠道，下一次异空间战场的原点收益我却无法把握。随着幽鹏号等级的继续提升，将会遇到越来越高等级的异空间文明。在异空间战场中，哪怕有蜃楼系统和黑洞巡游者的保驾护航，也不可能再像之前对低级文明完全碾压横扫。等下一块高级能量结晶入手，一定要激活辅助系统的进阶功能。异空间文明等级限制解除。现在是时候回去准备出发了。但愿这次出行的收获会让我满意。黑石男爵岭白银之堡大厅汇聚着大量领地骑士，礼台上装作虚弱的男爵坐在轮椅上，注视着面前缓缓走来的王栋。舰队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出发。这是你第一次代表男爵岭接受征召，万事小心，出发吧。哥哥一定小心呐，快点回来哦。哥哥加油。放心吧，黑石岭舰队出发。庞大的舰队从黑石星空港脱离，在钢骨号的带领下朝着宇宙深空航行。宇宙中，一座巨大的空港漂浮在空中。王栋的舰队对比空港显得特别渺小。王栋的舰队向这座空港驶去。经过10多天的航行，终于到了。青藤星系位于北地大公岭边缘地带，毗邻3条主要航道，是一个交通枢纽。北地大公岭在此建设有大规模的军备仓库以及中等规模的军事基地，定为本次征召令的集结地点。你好，王栋阁下，我是这次的接待员。介绍一下目前的情况吧。现在已经有超过60个贵族领的舰队完成报到程序，总计有超过300艘火种战舰以及其他2000多艘舰只停泊在青藤星系的军事基地内。高地子爵领代表晚上将举行一场宴会，请问您是否参加？参加。这种舰队规模，这就是占据整个紫金王国1/3疆域的北地星域所具备的战争动员能力啊！300艘火种战舰，哪怕全部都是驱逐舰，也足以毁灭任何一个3级以下的星际文明。宴会会场，众多汇聚于此的贵族们汇聚一堂。高地子爵的长子张景如盯着远处的王栋，脸色淡漠。作为高地子爵的长子，
我这次带来了一支由8艘火种战舰与其他近100艘战舰组成的舰队。要是能拉拢黑市男爵、红叶男爵、杀手男爵这些男爵领获得其指挥权，我一定会受到北地大公的重用。初出茅庐的小子，就先从你下手吧。王东阁下，我是高地子爵的长子张景如。高地子爵领与黑市男爵领素来交好，早就听说阁下年轻有为啊。年轻有为，我可不敢当。看我年轻来忽悠我，谁还看不明白？还不是为了舰队的指挥权。况且我可没忘记，高地子爵领的一艘火种战舰，曾经潜入矿区星域，准备与白牙星道团一道夹击我的事儿。时间也不早了，我还要整备舰队，就先走了。我也是呢，舰队刚到，还有很多事要处理。对呀，抱歉了，阁下。你们这么一说，我也想起了，大战在即，可不能放松警惕。回去了。你们的……看到王栋离场，周边几名贵族也反应过来，纷纷起身告退。张景如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恨得咬牙切齿。王栋，我记住你了。王栋阁下，咱们身份相当，实力相近，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几个希望相互搭把手，通个气。此时，在宴会的走廊外边，从宴会出来的几位舰长客气地围在王栋身旁。在他们眼中，身为正统的领地继承人，王栋跟张景如的身份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好的，日后就承蒙诸位多多照顾了。没有太多约束的情况下，除开高地子爵领这种明确的敌人，与周围领地的邻居们没必要搞得太过疏离。集结的期限快到了，我这几天还要继续扩大交际圈，麻烦马大兄收集本次征召令的具体执行方案和尽可能多星道团的资料了。明白。青藤星系空港外停着密密麻麻的战舰，有序地停泊在太空中。集结期限到了，整个北地星域共计81个贵族领的舰队，全部在期限之前赶到青藤星系，完成了报道程序。多亏了上几任北地大公打下的坚实基础，以及北地大公领所拥有的一艘火种战列舰带来的威慑力，北地大公在北地星域内所具有的号召力才这么强啊！所有人必须服从军令，否则必定严惩。根据我前世的记忆，现在这位新任北地大公不过是借着父辈的威势，色厉内荏罢了。誓师仪式结束后的作战会议开了一下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可惜以我现在的地位，不能参与会议，只能等待大人物们下达命令。这次的作战会议主持的是北地大公领的首席锋臣陈德统。听说这位老将军年纪已经超过180岁，在战场上混迹超过100年，在北地星域内是不折不扣的名将。就在王栋结合前世记忆，思索着这次北地集结的行动细节时，剑在光脑忽然弹出消息：哦，作战计划到了。原来如此，整个北地净化行动计划大体上分为3步。第一，清剿规模较小的零散星道团，各个贵族领舰队可根据自身实力自行选择北地大公领提供清单上的星道团前往清剿。第二，这一阶段面对的是多如牛毛的小型星道团，与遇到过的白牙星道团、钢骨星道团类似。第三阶段则是分别针对中型与大型星道团，北地大公的计划就是针对第3阶段那些大型星道团的。不过这一阶段的行动比较危险，并且时间太长，暂时不予关注。我看中的还是功勋。王栋阁下好，我是负责这次行动的军法官高荣。你好，高荣阁下。针对每一支贵族领的舰队，北地大公领会派出1名军法官，专门负责记录功勋值。王栋阁下，第1阶段行动中，各个贵族领舰队可以独自行动，
也可以与其他贵族舰队结盟，根据每个小型星道团实力不等，标注在其后的功勋值也各不相同。10级以下的火种战舰，按照等级乘以10来计算功勋；10级到20级的火种战舰，按照等级乘以20来计算功勋。其他舰只，战斗舰每艘0.5功勋，非战斗舰不计入功勋。王栋阁下，清单上的星道团一次只能接续1个目标，您选中合适的目标了吗？我这次带的舰队，无论是数量还是战力，都比一般男爵领要高出一截，尤其是钢骨号和银鱼号，前者有钢骨坐镇，接舷战特长；后者有师尊侯在舰上，炮击战特长，对上一般的小型星道团都占据绝对优势。因此，我不必像其他男爵领一样，为了保险起见，要拉帮结伙。那样固然安全，功勋值的获取速度就会差上许多。我已经有目标了，艾达星道团。艾达星道团位置：崖城星系附近，第21空域，规模：3艘火种驱逐舰，其他舰只56艘，预计功勋值398。王栋阁下，您确定要选择这个目标？我知道您对自己的舰队很有信心，只是征召令一出，星道团也必然会知情。如果只是离开老巢避风头也就罢了，可万一2、3个星道团汇聚到一起，妄图抵抗的话，单凭我们一支舰队，是否有些危险？一般的男爵领舰队为了不出意外，选择的都是只有1艘火种战舰的那种星道团。这个艾达星道团可不是那种软柿子，年轻人还是太气盛。正是因为那些弱小的星道团往往会选择第一时间放弃老巢，转移到其他隐蔽之处避风头，所以我才要挑选艾达星道团这样的一块硬骨头。根据北地大公领提供的情报表明，艾达星道团的首领王艾达性格极其残暴，而且狂妄自大。残暴的性格不会有弱小的星道团去投奔，狂妄自大则大概率不会选择退避。因而，只要我们去得快，就很有可能直接找到他们。与其去和那些弱小的星道团玩躲猫猫游戏，可远不如与艾达星道团正面刚上一场来得痛快。好吧，王栋阁下，既然您已经做出选择，那就遵循您的意志。身为军法官，任务的全程我都要同乘1艘战舰，只能祈祷能全身而退。出发吧。是。释放米氏粒子，派出侦察舰进行范围警戒。这里是黑石男爵领舰队，指挥官为王栋爵士。艾达星道团，如果能够立即投降，你们将获得普通俘虏的待遇；如果顽固不化，后果自负。在北地大公领的情报支援下，王栋的舰队很快找到了艾达星道团的方位坐标，接触后按照规矩先劝降。哪里来的毛头小子？以为战斗就是过家家吗？还想让我投降？来，老子教你怎么打炮！是啊，老大打炮最厉害了，老大威武！既然他们不领情，那么接下来就交给你了，尊侯。定不负阁下期望，以本舰射击参数为准，各舰维持炮击阵型，以1/3航速前进。进入主炮射程，射击单元调整完毕。钢骨号、云雀号、斩马号、战刀号主炮雷达完成锁定充能。第1轮齐射，全舰队火力投射。劝降换回来的是艾达星道团的嘲讽，那师尊侯自然也不会手下留情。一轮远距离舰队齐射，火种战舰的超强火力瞬间就让艾达星道团陷入混乱，众多战舰被炮火覆盖，当场就有2艘被彻底摧毁，炸成绚烂的烟花。钢骨号光束扩散炮朝着目标空域连续进行打击。散开！敌方有规模性杀伤武器，全体听令，
加速突击，拉近距离后击破对方旗舰，打掉他的护盾，进入接舷战。钢骨号装备的扩散炮对于密集阵型而言威胁极大，在预警雷达的提醒下，纵横星海多年的王爱达立即做出应对，咆哮着指挥舰队强行顶着炮火覆盖疯狂突进。想要拉近距离接舷战，哼！舰队击中，再一起向侧方移动，第2轮齐射准备，对敌方空域进行覆盖式打击。散乱突进的爱达海盗团在面对王栋舰队整齐有序的覆盖炮击时，平时冲阵的狠劲儿完全派不上用场。随着能量护盾接连破碎，整个星道团的战舰损失惨重。王栋阁下，您的舰队确实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尤其是您的舰队，竟然搭载有一门规模性杀伤主炮。看来您事先早已做足了功课，阁下舰队毫发无伤，敌方就已损伤过半。高让阁下过奖了，只是凑巧运气好罢了。要不是星道团这种乌合之众，我们也不会取得这种战果。还要麻烦您秉公记录。爱达星道团的那些杂鱼突击舰已经构不成威胁，但王爱达的座舰与另外2艘火种战舰似乎想要发起接舷战。那些粗鄙的星道们就喜欢玩这一套，请王栋阁下注意，他们背水一战。放心，他们不会有这种机会的。在2人闲聊的时候，爱达星道团已经接近崩溃，舰队大半战舰都被摧毁，剩下的也是遍体鳞伤，丧失战斗力。老大，撤吧，这么打下去怕是不妙啊。是啊，老大，小命要紧啊！不行，都到这个时候了，我们马上就能撵上这些贵族小崽子。只要冲进去，打乱他们的阵型，就不用惧怕他们那门规模性杀伤主炮的炮击。我们还有胜利的希望。给我冲！冲进去才有活路。俘虏他们的旗舰，我们就能大发一笔，到时候远走高飞的路费就不缺了。在王爱达的指挥下，爱达星道团的旗舰鸦血号和鸦尾号重启能量护盾，顶着炮击疯狂冲锋。小子，让大爷教教你什么叫近战。宗豪，干得不错，接下来由我指挥，让我来满足他的愿望。是。突击舰队后撤，拉开距离，脱离乱斗。任务为驱赶敌方侦察舰和追击脱离敌舰。钢骨号，光束扩散炮不要停，把那些苍蝇先清完。周泰，王爱达的旗舰鸦血号交给你来处理，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保证半小时内解决。斩马号、战刀号、云雀号，把旁边的鸦羽号尽快拿下，剩下的鸦尾号由我军牵制。石宗侯，发挥银玉号的优势，我要让鸦尾号没有任何鱼虾他顾的时间。遵命，指挥官阁下。早就听说过这一位新晋的爵士的事迹，从一介平民之身，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便成为贵族阶层中的一员，并开始独立指挥一支规模不小的舰队。以前还觉得是黑石男爵领为了造势夸大其词了，现在看来，这位不是一般人物。在王栋的亲自指挥下，舰队开始变阵，最前方的钢骨号继续突进射击，摧毁掉星道团残余的辅助战舰。只剩下鸦血号、鸦羽号、鸦尾号了，3艘火种战舰，不值一提。鸦羽号击沉，鸦尾号丧失战斗力，我们投降！我们投降！别打了！面对黑石男爵领这种正规军的火力与战术配合，爱达星道团表现出来的战斗力与意志简直不堪一击。正面碰撞不过几个回合，就已经溃败大半。开启曲径折跃。在剪除羽翼后，周泰毫不犹豫开启曲径折跃，直接冲破鸦血号的能量护盾，舰体悍然碰撞。敢和本大爷玩接舷战，小子们跟我走，拿下他们，以他们为人质，让那小子放咱们走。给他们机会不中用啊，让他们见识下老大的厉害。
老大威武啊！拿下他们，再顺势将那小子的旗舰拿下，咱们就发了。指挥官阁下，任务已完成。这么快就解决了？啊，辛苦了。距离开战仅仅过去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艾达星道团3艘火种战舰，1艘重创，2艘被俘，43艘突击舰，沉没25艘，重创18艘，侦察舰全灭，我方毫发无损，真是一次辉煌的胜利。王栋阁下，不得不承认，您让我刮目相看。都是全舰队上下齐心协力的结果，我不敢居全功。击沉25艘突击舰，功勋12.5点，俘虏3艘火种战舰，其中鸦雀号11级，鸦尾号9级，鸦羽号8级，基本功勋是390点，全歼星道团的加成系数是2倍。王栋阁下，您本次任务的最终功勋值是805点，恭喜您登上功勋榜的第13名。在您上榜之前，排在前20位的可都是子爵以上的贵族。对了，王栋阁下，俘获的一干战舰，您是否选择上缴？战斗中所获取到的战利品都由参战的贵族所有，这是历来的规矩。北地大公领虽然拥有优先购买权，可绝大多数情况下，贵族们都会选择将俘获的战舰带回领地，壮大自己的力量。这个问话只是走个过程而已。高荣阁下，我正有此意。不上缴也没关系，您理当享有战利品的支配权。您刚才是说？不错，高荣阁下，我准备将俘获的一干战舰上缴给北地大公领，换取功勋。不好意思，王栋阁下，您知道的，一般而言是很少有人会选择将俘获的战舰上缴，因此我刚刚有些失态，实在抱歉。那么按照此次的俘获，一共是火种战舰3艘，突击舰25艘，您看数量有没有问题？不，只有2艘火种战舰，鸦羽号和鸦尾号，突击舰是25艘没错。好的，没问题。鸦雀号是一艘3代舰，还有一定的潜质，确实应该带回黑石男爵领。那么，高荣阁下，您这就不对了，您这是在小看我王栋，小看我们黑石男爵领。王栋阁下，您的意思是？此次对战艾达星道团，高荣阁下自一开始就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在之后的战斗过程中，有过多次洞悉战场的判断。此战能获得全歼艾达星道团的全功，是绝对不能撇下高荣阁下的。按照惯例，高荣阁下完全应当获取部分战利品的分配权，将鸦雀号的所有权分配给您，才能充分体现公平原则。您方才所言的黑石男爵领试图将鸦雀号带回领地，这是对我个人荣誉的质疑，也是对黑石男爵领的不信任，还请高荣阁下给予致歉。这强行把一艘火种战舰塞给我，这肯定有事啊。但鸦雀号是一艘11级的3代舰，对我这样一名只是某个小贵族的旁系子弟出身，成年后便被迫离开家族，自谋生路的小军法官来说，根本就是这辈子都不敢梦想得到的神物。富贵险中求，拼了！鄙人的微末之功不敢提及，但王栋阁下的厚爱，鄙人着实不敢也不能推辞。今后无论有何等要求，请王栋阁下尽管言明，但凡鄙人能够做到，绝不推辞。既然收了好处，为不为我干活还由得你。王栋阁下，2艘火种战舰的回收价格，按照我权限内的最高标准，10级以下是等级15倍的功勋值，一共是255点。25艘突击舰都是被重创失去战斗力的，经过维修，是否能够正常使用还不确定，但没关系，我可以直接按照最高标准来回收。每艘突击舰1点功勋值，一共是25点
两者合计总数为280点功勋值。不过，这部分回收获取到的功勋值是不纳入排行榜的。没问题，既然给予你信任，你就自己看着安排就行。高荣阁下，我现在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全靠父亲大人深谋远虑，布局长远。临行前，父亲大人曾再三嘱咐我，黑石男爵岭的周边环境较为险恶，因而历来不得不长期坚持韬光养晦之策。但我此次本就抱有通过军功彻底站稳脚跟，并获取往上攀登资格的用意，这其中便存了一些矛盾。自身前途固然重要，可父亲大人的良苦用心，我也不能不顾及。不知高荣阁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既让我获得大量的功勋值，又能保持低调，不违背黑石男爵岭一直以来的韬光养晦之策？王栋阁下，有2种方案可供您选择。哦，直接在功勋榜上搞一些小动作，难度太大。王栋阁下的意思应该是避开功勋榜，闷声发大财，在战利品回收的环节动手脚。以前的北地大公岭军法严管，任何人都不敢越雷池一步。可现在不同了，上任北地大公岭原定的继承人长子及一批高层与上任大公征战异空间战场时意外亡故。原本因为无缘继位而安心做一名纨绔子弟的次子骤然上位，这位新任北地大公与风尘团有严重的路线方针冲突。这几年来，内部争斗愈演愈烈，有不少老资格的风尘或主动或被迫隐退。新任大公提拔了一批新的风尘上位，这批新的风尘一面与旧的风尘们不断冲突，一面也不乏有上下其手、大捞好处的存在。我有2种方案，一种是小打小闹，由我出面打通军需处，获取到更高的权限授权。如此一来，我就能以更高的价格回收您的所有战利品，比现在的价格最多可以再提高1倍。通过军需处的渠道，我还可以有进一步的操作。战利品的回收虽然不多，但肯定还是有的。别的军法官先以正常价格回收的战利品，然后再通过军需处的后台拦截下这些上报的信息，接着把这些战利品转移到我的名下，用我的权限再以更高的价格进行回收。这中间的差价就是我们的利益。王栋阁下，这是不满意呀？还有一种是有可能捅破天的，收益虽然高，风险性却更大。万一失败，就会直接对上北地大公岭。尽管如此，王栋阁下，您也要听吗？愿闻其详。价格高昂的战利品，回收价格不乏高至数万功勋的，比如高级能量结晶，或者宇宙奇物等等奇珍异宝。战利品回收后是直接入库，负责入库的仓管是与我有过命交情的发小，所以只需要做一笔其实不存在的回收，过账之后就是一笔无本万利的买卖。当然，战利品太过珍惜，一旦做入库登记，必然会被人盯上，很难隐瞒多久。换作是一些价值高昂却又实用性不高的战利品，短期内不会被注意到。等到日后盘点库房的时候，发现账货不符，那就是后面扯皮的事情了。北地大公岭内早已是乌烟瘴气一片，库房账货不符也不是1天2天的事情。只不过如果失败，那无论是我的发小、我本人，还是王栋阁下，乃至黑石男爵岭，必然都逃不过来自北地大公岭的怒火。王栋阁下，您看这个主意如何？高荣阁下，不愧是年轻一代军法官中的佼佼者，你刚刚的2个方案都具备有相当的可行性，也都各有不足之处。不过，高荣阁下的诚意，我已经切实的看到。您放心，事情没有需要您和您的发小承担到那种程度的风险。马达，进来吧。这是800年前的著名画家
诸葛王武大师的西山行，传言是他观毕宿星宿中一颗岩石行星上的第一山脉时有感而作。这幅画是刚刚从爱达星道团的仓库中找到的，您看能值多少功勋？啊，王栋阁下，这种艺术品应该不属于战利品回收的范畴内吧？83年前，上任北地大公发起了针对叛乱者火烈鸟侯爵以及其同党的征召令。在该次征召令中，上任北地大公将艺术品这一品类添加了战利品回收的范畴内。高荣阁下，您看看是否如此？我这就查查。王栋阁下，确实战利品回收品类有这一项，回收条目太多了，加上时间久远，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个漏洞。我们只需要完全按照章程办事，将这些从爱达星道团仓库中找到的艺术品统统高价回收即可，没有任何违规之处。我们都不是专业人士，对艺术品的真伪以及价值高低都说不准，所以谨慎起见，我建议按照中等偏低的价格进行回收即可。这个标准适用于所有的战利品。高荣阁下，您看如何？好的，我的价格一定让阁下满意。目前计划进行还算顺利，前世这个漏洞被人发现，大肆利用，在短时间内，整个北地星域乃至紫金王国的艺术品的价格暴涨了3倍。前期为了收集这些艺术品，我可将盖世激光采矿枪和盖世矿物探测器、德字天虎商队的大半箱珠宝、3株星草都交给马达变卖了，还从男爵那边赊进了一大笔资金。为了防止泄密，还特意联络了金雀花联邦的一家大型拍卖行，付出高额的手续费，从金雀花联邦购买，支付原币，用超远程快递到北地星域的。就连此次的军法官高荣，都是马达事前经过调查，认定可以被彻底收买，然后再打通一些关系，特意分配过来的。在一片绚烂的爆炸中，王栋舰队逐渐远去，在他们身后留下的是连绵数万公里的战场，遍布各种战舰残骸，无声地述说着这里曾经发生的惨烈战斗。王栋阁下，剿灭爱达星道团之后这1个月，我们继续围剿了3个星道团，分别是黑猫星道团3艘火种战舰、38艘突击舰，旗舰黑猫号被俘获；大盔星道团3艘火种战舰、40艘突击舰；伏羲星道团2艘火种战舰、25艘突击舰。断体术终极圆满的王爱达，在周泰手上也走不过几个回合。周泰一定也身具异能，可以确定是紫色品质的浴血战狂。接弦战时增强10%的所有身体素质，10%的全属性增强，足以碾压同级。毫无疑问，他是天生的冲锋队长。看来，对他的重视程度得再加强了。王栋阁下，刚刚收到通知，目前北地净化行动计划的第1阶段已经完成，指挥部让咱们回到青藤星系集合休整，并接受下一步的安排。这次咱们可赚大了。王栋阁下，这4个星道团的战利品加上缴获的近500件艺术品，阁下目前的总功勋值将达到10万点。这么多！1000点功勋值可以兑换1单位的钛晶，10万点就是100单位钛晶。王栋阁下，除开全歼4个星道团获得的3987点功勋之外，战利品回收的那部分大头，目前没有上传到北地大公领的军需处，还没到时机变现。确实，现在太显眼了。哪怕已经搞定高荣，还借助他打通了与北地大公领军需处仓管的关系，但这么大一笔功勋值的异动，如果只是以黑石男爵领一家的名义，是瞒不过人的。只有等到水被彻底搅浑，才是浑水摸鱼的时候。看来需要一些勇士来充当这个出头鸟的角色，来让我的利益最大化。给我接通中世纪，一直随行在舰队中，也该是让他发挥作用了。
请问王栋阁下有什么安排？庄世基，俘获的黑猫号就交给你了，希望你不会辜负我的期望。黑猫号是16级的3代舰，舰体结构特性对航速有加成，附带一件具有短距离跃迁能力的附加模块。本来想交给陈沙溢的，可是他顾虑太多，不肯接受。必不负王栋阁下所望。现在舰队中的几艘火种战舰也都陆续更换了一些舰载模块，战力有所提升。趁着回程，正好可以借着休整的名义，前往幽鹏号开启异空间战场。唉，回程途中抽空进了2次异空间战场，都没啥收获呀。收获原点102单位，收获原点260单位。快到青藤星系了，是时候回去了。北地进化行动的第2阶段，针对目标是中型规模的星道团，基本是火种战舰的数量在5艘以上，并且所有火种战舰的总战力综合评定等级之和大于50，以及至少3位数的其他舰只组成。每个伯爵领会按照在功勋榜上的排名顺序依次选择团队成员，我们被编入到了天方伯爵领的队伍中。天方伯爵领，还好这次带队的是天方伯爵的次子黄天立男爵，不是和我有过2次间接龌龊的3子黄天赐。黄天立男爵今天晚上举行了宴会，邀请您和这次团队的其他贵族。您看，请告知黄天立男爵，我今晚一定准时赴约。黄天立阁下，这位就是王栋。王栋阁下，听说您以一介男爵领的实力，竟然登上了功勋榜的前20名，果然勇武过人呐！张景如和黄天立，这2人看起来来者不善呢。只是一时侥幸，碰上头铁不懂逃跑的星道团，拿到一个全舰评价而已，之后便很快滑落下去了。太过谦虚，可就是虚伪了。张景如男爵特意和我提起你，说你素有5名，我也觉得哪怕有运气因素在内，能够全歼一支星道团，也非等闲之辈可为。此次讨伐巨蜥星道团，可要多多仰仗王栋阁下。张景如这小子算计我，想让我打头阵。一场战斗下来，损失最惨重的，往往就是打头阵的先锋。天立阁下厚爱，动不敢辞。只是黑石男爵领毕竟只是一个男爵领，实力有限，非动未死，只是怕堕了士气，故特请一事，希望天立阁下允诺。王栋阁下勇于任事，不愧年轻有为，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只要能做到，我一定满足。说起来，我倒是有一个要求。久闻张景如男爵手下舰队精锐无匹，悍勇无双，故请与张景如阁下携手打这个头阵，看看究竟是高地子爵领的兵锋更锐，还是我黑石男爵领的勇武更高。想必张景如阁下不会推却。王栋阁下果然有股贤人之风。张景如阁下，我做主了，就借着这次前往绿茵星系讨伐巨蜥星道团的机会，你们2家来比试一番，看看究竟是高地子爵领还是黑石男爵领能胜出这一局。我很期待和张景如阁下10天后的比试。让我打头阵，早知道是条疯狗，何必去招惹他？在5级的探索者巡天雷达的底线侦测下，北地大公岭的情报人员无法确认的巨蜥星道团的老巢，但在幽鹏号上明显分毫。哦，这是把小行星掏空做成基地了吗？掏空这么多小行星做成基地，真是狡兔3窟，留下不少退路啊。事情变得有趣起来了。黄天立带着混合舰队也快到了，是时候让幽鹏号找个地方先躲起来了。前方就是巨蜥星道团所在的绿茵星系了，
接同各位舰长开始战前会议。黄天烈阁下，巨蜥星道团肯定不会选择正面迎敌，而是会借助绿茵星系的密集陨石的复杂空域条件来进行防守作战。警报！警报！前方星系出现大量敌舰朝我方驶来。竟然在这个时候，巨蜥星道团竟然选择了主动出击。按照先前的预案，由高地子绝岭与黑石男绝岭的舰队先行接敌，大部队压阵。黄天烈阁下，巨蜥星道团的反常举动也许有什么阴谋，应当谨慎对待。我们的实力占据绝对上风，只要以不变应万变即可，畏首畏尾反而更容易被敌人牵着鼻子走。再说巨蜥星道团能有多么高明的计谋？谨慎是没错，但在这种正面战争之中，勇气才是最重要的。这里是天方伯爵岭与诸多贵族岭的混编舰队，指挥官为黄天立男爵。巨蜥星道团，请立即投降，你们将获得普通俘虏的待遇，有可能获得减轻处罚的权利。顽抗到底，则只有死路一条。蠢货，不躲在自家温暖的被窝里，反而急着来送死，果然不愧是猪一样的贵族啊！你是栗子散步，不知好歹！命令高地子绝岭与黑石男绝岭的舰队出列前压，利刃男绝岭与红叶男绝岭的舰队两翼戒备，丹路男绝岭与风啸男绝岭的舰队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支援。本舰队转为球形阵，坐镇中央。这次的清剿任务，身为团队领导者的我获得的收益最高。一场持久的战斗，吃力不讨好。我要尽快剿灭巨蜥星道团，腾出时间来多接一个任务。这次征召令可是我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机会，获得军功能为我的上位提供有力支持。贵族岭混编而成的庞大舰队，分别组成风使阵，同时散布米氏粒子，笔直朝着巨蜥星道团盘踞，还在继续。黑石岭舰队大部分火力都倾泻在巨蜥星道团的驱逐舰身上，这些脆弱的低级战舰根本挡不住密集的火炮射击，纷纷沦为残骸。但这点损失对巨蜥星道团而言算不上什么，只要主力舰保存完好，他们就还有一战之力。经过10轮炮击，巨蜥星道团损失了11艘突击舰，高地子绝岭损失了13艘突击舰，我方没有损伤。我方击毁巨蜥星道团5艘突击舰后，就再未扩大战果。目前巨蜥星道团的注意力全被高地岭舰队吸引。计划有点顺利过头了呀。不对劲，阁下，巨蜥星道团为了防止被我们后方的舰队跟上围剿，应该一直进行远距离炮击，现在行动异常，舰防有变。确实有点反常，本应保持距离，却一直在隐蔽的靠近。不过不用担心，眼下只有我们与高地子绝岭2支舰队陷入战局，其余贵族舰队依然是机动兵，随时可以投入到任何方向。要相信黄天立，他也不是傻子。巨蜥星道团有异动，丹路男绝岭舰队向前推进，准备支援。收到，本舰队立即推进支援。丹路岭舰队脱离混合舰队向前驶去，很快就加入了战场，与星道团的战线交火。而看着对方新冒出来的战舰群，黄天立同样是脸色惊讶。这是之前在第一阶段中失踪的小型星道团，竟然躲在这里。巨蜥星道团的正面应战就是一个陷阱，他在正面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掩护这些小型星道团去包抄我们的后路。王栋阁下，请速做打算。一旦黄天立阁下的旗舰被星道团击沉，那我们就大事不妙了。稍安勿躁。天方伯爵岭虽然此次没有派出领地内唯一的巡洋舰，但黄天立阁下的坐舰玉碑号是一艘高达23级的火种战舰。星道团想击沉它，就凭那些不到15级的火种战舰，哪有那么容易？相反，我们现在更应该做的是死死顶住巨蜥星道团，不让他们参与到对天方伯爵岭舰队的围攻当中。给我接通张景如阁下。
阁下，你来的正好，我正准备通知你，我方准备回援黄天立阁下，请你多坚持一些。这是什么猪队友？张景如阁下，后方虽然遭受突袭，但黄天立阁下的高达22级，而且拥有蓝色品质的护盾与装甲，抗击打能力很强。缺少师尊侯火力支援的情况下，对他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威胁。先做出要将他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的样子，让张景如和敌方舰队主力互相消耗。王栋得到支援，缓解了压力后，甚至还能做出反击。但另一边，张景如的舰队却是损失惨重，后撤一半又强行变阵，让他们整个阵型都无比凌乱。报告舰长，我们的突击舰只剩下40艘了。混账！混账！该死的心道！可恶！当时就不应该变阵准备后撤的。阵型调整露出了破绽，导致原本的60多艘突击舰只剩下40艘。算了，歼灭这些不知好歹的心道，多抢一点功勋，还能弥补损失。感觉自己被坑的张景如也没办法找黄天立兴师问罪，只能把怒火宣泄在星道团身上。看着战局逐渐朝着己方有利的方向倾倒，黄天立也终于是松了口气。不堪一击，一群乌合之众。而就在黄天立认为胜负已分之时，在他舰队身后忽然爆发一阵猛烈的炮击，突如其来的炮火覆盖让来不及躲闪的双方战舰损失惨重，许多战舰的能量护盾都被击穿，当场摧毁。什么？哪来的？不分敌我全攻击，好狠厉啊！给我查是哪个星道团？后方战场中，大量小型星道团的战舰冒着炮火，顽强地朝着黄天立的旗舰冲去。接连不断的炮击消耗着黄天立旗舰的能量护盾，将他逐渐逼入绝境。该死，这群野狗全都不要命了吗？拼死也要消耗我的护盾。随着时间的流逝，星道团的第2轮齐射也到了。战场被密集的火力覆盖，黄天立的舰队本阵损失惨重，大量战舰都在顷刻间化作残骸。该死，这样被拖住消耗下去不是办法。给我接通王栋、张景如和丹洛男爵。王栋阁下、张景如阁下，还有丹洛男爵阁下，请立即回援，牵制住新出现的中型星道团，给予我方重组阵列的时间。但同时还需要阻拦巨蜥星道团，避免他们加入围攻。是。张景如阁下、丹洛男爵阁下，请2位率领舰队立即驰援黄天立阁下。正面战场将由我黑石男爵领负责，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死死缠住巨蜥星道团，为你们争取时间。黄天立真是个蠢货，再怎么危机的情况，你身为领导者，也不能将自己的焦虑表现得那么明显。平时看着还行，关键时刻这么靠不住。主将要是慌了，说不定混编舰队马上就会崩溃。还好我早有预案。那就根据王栋阁下的提议行动。王栋阁下胆魄过人，实是栋梁之才，佩服佩服啊！黑石男爵领的武风，我丹路男爵领是见识到了。有机会还请王栋阁下畅饮一杯。我丹路男爵领的美酒，可是绝世佳酿。王栋阁下，刚才出现的中型星道团身份信息已经被破译，是向来以行踪诡异、行事大胆而出名的白衣星道团。但这次北地大公领的清剿名单上并没有白衣星道团，情报人员根本查不到他们的行踪，更不用说老巢。没想到在围剿巨蜥星道团时，竟然会半路杀出。拉开距离，炮击牵制为主。石宗豪接管全舰队射击单元，目标巨蜥星道团的火种战舰。刚果号光束扩散炮，目标突击舰群，不要再留守。是。
目前是我方6艘火种战舰，加上10艘新型突击舰，正面迎战巨蜥星岛团的11艘火种战舰和53艘突击舰。巨蜥号拥有蓝色品质的护盾和装甲，钢骨号的曲径折跃，无法穿过蓝色品质的能量护盾进行斩首战术。现在只能发挥师尊侯的特长，进行炮击战术。光束扩散炮发射，第2轮齐射准备。随着王栋舰队的齐射，光束扩散炮在巨蜥星岛团舰群中炸开，众多突击舰被击毁，但还没来得及确认战果，新一轮攻击已经在途中。第3轮炮击准备。放开了限制的黑石男爵领舰队，在师尊侯的指挥下火力全开，极短时间内就把巨蜥星岛团打得支离破碎。大部分主力战舰都被摧毁，只剩下几艘竭力支撑着。王栋阁下，经过5轮炮击，巨蜥星岛团的所有突击舰全灭。目前巨蜥星岛团只剩下7艘火种战舰，2艘火种战舰的护盾过载，暂时退出战斗，等待护盾重启。我方舰队依旧完好，敌方已经没有任何优势。辛苦了。报告，混战中我方舰队已经承受10轮炮击，沉没了近50艘突击舰，还有2艘火种战舰被击沉。可恶！让张景如和丹路男爵加速，让他们赶紧从侧面向白衣星岛团发起冲击。在黄天利的命令下，高地岭和丹路岭舰队拼命冲击白衣星岛团的阵列，给黄天利的本部舰队创造脱离战场的机会。转向，与侧面舰队交火。说好赶来夹击的，巨蜥星岛团真是一群废物。白衣星岛团转向了，传令，趁着这个机会脱离和小型星岛团的混战，重整阵型。妈的，这些狗贵族要重组阵型了！正面战场失去机会，撤退，撤退！先计已失，我们走。算你们好运，一群土狗里面竟然冒出来一头狼崽子。等着吧，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小心你们的屁股！你们这些渣子，想逃？给我追，咬住他们！胜利的天平逐渐朝着贵族混编舰队倾斜。见到大势已去，众多星道团也开始撤离，但损失惨重的贵族舰队也不肯放过这个机会，死命咬住，不断追击。好吧，星际猎手之冠的追踪道标已经成功放置到白衣星岛团的旗舰上，无论跑到哪里，都逃不出幽鹏号的手里。我可对他们身后的秘密很感兴趣。敌方剩下最后一艘旗舰，锁定目标，全力攻击。在师尊侯的指挥下，黑石岭舰队的一轮齐射将巨蜥号所剩无几的能量护盾彻底击溃。紧接着，钢骨号也从侧面狠狠撞过来，与巨蜥号发生激烈碰撞。接线战，周太也动手了。报告，巨蜥号已经被俘获。辛苦了。分内指示。王栋爵士于危难之时奋勇争先，揽下独立断后之责。黑石男爵领舰队上下一心，将士齐用命。巨蜥星道团遭此搏死之机，仓促不能受之，遂大溃。旗舰巨蜥号被俘获，匪首刚烈顽抗到底，重伤后不久而亡。王栋阁下，刚才就是这次黄天利阁下上传的战场简报内容。这次您是当之无愧的头功。黄天利阁下临危不乱，指挥有方，以小损击退白衣星道团的偷袭。次功，张景如、丹路男爵以及另外3位男爵回援及时，绞杀小型星道团得利。再次之，小功。黄天利指挥有方，哼，简直是无耻。贵族嘛，极度看重利益，但是非生死攸关的时候，面子总是要摆在前面的。再说，这里是战场，有一种战场法则，古往今来都是通用的，那就是以一场局部胜利来掩盖整体的失败，以英雄的光辉包容无能之辈的阴影。
翻阅我们文明的战争史会发现，所有的战争中大多皆是如此。想明白了，也就不会因此而介意。王栋阁下所言极是，此战虽然名义上获得胜利，但混合舰队一方也损失惨重。黄天立阁下不打算再接下一个任务，刚下达返航的指令，回到青藤星系休整补给，等待第3阶段的到来。哦，既然这样，帮我接通黄天立阁下。王栋阁下，这是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可是我们这次的大功臣。黄天立阁下，我需要返回黑石男爵领一段时间，将舰上的人手做一个调整。没问题，我再给阁下提供一批补给物资。第3阶段的计划执行时间初步定在10月初，只需要在那之前返回青藤星系即可。但记得千万不要迟到，否则很可能会被以逃兵追责。舰队中有几艘战舰舰龄过于老迈，经过几场战斗后已是不堪再战。您看这……不要紧，不要紧，你的功勋卓著，这是事实，绝非畏战之辈所为。合理的战损是很正常的，毕竟是男爵领，只需要保证3艘火种战舰的最低限度即可。谢谢阁下的宽容。高荣阁下，黑石男爵领的舰队经过苦战，有不少战舰需要维修，可能赶不及10月初的集结。您看，不错，10艘突击舰都遭受中度以上创伤，已经失去战斗能力。至于火种战舰，只要有3艘即可。很好。全程能量护盾都没有过载过，何来的苦战？至于那10艘新型突击舰，在一干火种战舰的保护下，甚至连装甲都没有超过拳头大小的破损，更是崭新崭新的。加紧清点收获，咱们返航。王栋阁下，经过10天航行，我们已经回到男爵领了。听说男爵阁下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宴会。这次的收获不错，快到家了，取出部分战利品分给所有舰员吧，就当是这次的奖励。谢谢阁下的慷慨。周泰，这次俘虏的巨蜥号就交给你了。巨蜥号等级更高，更加皮糙肉厚，把加速模块以及附带曲径折跃的附加模块搭载上，比钢骨号更适合街行战。钢骨号就搭载缴获到的增强攻击强度与减少主炮缓冲时间的附加模块，进一步发挥出光束扩散炮的效用。遵命，阁下。宗侯，从此以后你就不是我的俘虏了，而是我的舰员。必不让阁下失望。这次在巨蜥星道团的缴获中，得到1枚高等能量结晶，6枚钛晶。中星星道团确实废得流油，有这1枚高等能量结晶在手，心里有了点底了。整顿舰队，清点战利品。哪怕不算此行获得的功勋，单单一个巨蜥号，此行都算大丰收。黑石岭舰队脱离贵族混编舰队，朝着黑石星的方向驶去。在经过漫长的航行后，终于回家了。哥哥，你回来啦！贵族混编舰队击溃星道团的消息已经先一步发回黑石星。王栋刚一回到白银之堡，王冠南、冠北几人就兴奋地迎上来。哥哥，你终于回来了！你不在都没人陪我玩。季军，我这次可从战利品里挑了一个大家伙给你练手，正停泊在警备舰队的空港。你什么时候准备好了，就去接收。男人就要玩剑。好的，哥哥，我要像哥哥一样去打击星道。哥哥，我不要礼物，陪我修炼断体术好不好？好好。还有你，冠南，你最近在断体术修行上懈怠了，我这次特意给你带回来一箱异果，至少能加速你10倍的修行速度。在征召令结束之前，我要看到你完成至少20个标准动作的修行。回来了，一会儿吃完饭去书房和我讲讲这次的经历吧。通报上面说的太简陋了。没问题，男爵夫人和巨君的母亲都在，
真是。以上就是我这段时间的经历。干得不错。对了，我身体的事情，你需要继续保密。为什么？我只能说，在推进一项计划，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事成之后，我会跟你说的。征召令的事儿，你就自己把握吧，安全第一即可。好的。每个人都有秘密啊，看来他是不想让我掺和进来。在黑石星经过几天，又有机会来幽鹏号了。前2次异空间战场收获平平，希望这一次能够转转运。辅助系统激活进阶功能2，异空间文明等级限制解除功能。现在幽鹏号的等级可以遭遇的异空间文明，正常应该是2级和3级星际文明。辅助系统功能激活后，这个范围上下各放宽1级，现在可以随意选择1至4级文明进入。进阶功能2，异空间文明等级限制解除，等级1。目前战舰等级15，可选文明范围1到4级。幽鹏号，开启隐匿系统，开启异空间战场，选择2级星际文明。异空间文明，汉巴文明，文明历史13687年，文明等级2级星际级文明，主要能源核能、生物能，势力范围1.5光年，可居住行星3颗，人口104亿，舰种战力战斗舰75点，语言汉巴语，文明体制联邦制。这个汉巴文明有点奇怪啊，身为2级星际文明，却只拥有2颗可居住行星和前方这颗殖民星，也没有母舰这种建筑。啊？发现第2异空间文明，子包文明，文明历史118687年，文明等级3级星际级文明，主要能源生物能，势力范围未知，舰种战力未知，语言未知，文明体制未知。又遇到乱入者了，还好只是3级文明。这个子包文明的情报有一些古怪，文明历史长达10多万年，除此之外，绝大多数资料都无法显示。看看后续的战场分析吧。战场分析结果如下：汉巴文明在短短1万多年的历史中，就把文明等级推到了2级星际文明的高度。刚刚探索到第2颗可居住行星，并开始迈出星际殖民脚步时，遭遇到来自遥远星空中的3级寄生文明5只子包文明成员个体。他们通过太阳陨石抵达汉巴文明刚刚踏上的行星。这场数量悬殊到极致的另类战斗，究竟哪一个文明能笑到最后？是汉巴文明救出这些可怕的寄生虫，从他们身上获取文明更进一步的攀登阶梯，还是子包文明成功地将整个汉巴文明化为子包文明壮大的温床？在这个即将面临最终选择的关头，汉巴文明新生的意志在不甘心地发出怒吼。原来是寄生文明，与微生物及生化病毒感染一样，因为其诡异的寄生手段和无孔不入的寄生途径，也是一种被列入麻烦清单的硬茬子。启动灵性侦测，未侦测到任何健在模块。看来汉巴文明对子包文明入侵还不知情，就算知道了又怎样？以汉巴文明的水平，这是一场完全不对等的战斗，最终这颗殖民星还是逃脱不了成为孵化器的命运。这个异空间场景，根据战场情报分析，如果能够消灭掉那5个子包文明的个体，很有可能获取到来自汉巴文明的神秘馈赠。在上千万的汉巴文明个体中锁定5个目标，对子包文明而言极其困难，但对幽鹏号可以说是手到擒来。幽鹏号，超新星爆射炮准备。此时，在汉巴文明殖民星上，
一片繁荣宁静的景象，没有任何人察觉到危险。而随着一道璀璨明亮的光取代了天空上恒星的光辉，地表在刹那间裂开，地和熔浆都被巨大的能量掀起，恐怖的巨浪在转眼间已经席卷整颗星球。超新星爆射炮准备，连续3发炮击，将敌方殖民星覆盖。王栋没有停手，在他的命令下，超新星爆射炮再度发射，代表毁灭的璀璨光辉接连不断地投射向汉巴文明殖民星，一直到表面被彻底摧毁。右鹏号，先远离殖民星，原点增加2814，侦测到紫色孢子外膜，可防止3级及以下寄生生命入侵。特性：伪装生命，战舰的伪装与隐秘效果提高20%。升级所需条件：1、300原点；2、生命水晶1单位。果然如我所料，会出现汉巴文明的馈赠。这件模块很实用啊，在面对特定环境时，相当于给战舰穿上一层隔离服。特性配合蜃楼系统，简直完美。右鹏号，升级舰体模块。是否消耗6000原点？钛晶6单位，1单位终极能量结晶，升级舰体模块。是。又增加了2个附加模块插槽，契合度也已经距离100%不远了。时间快到了，是时候去回收那件舰载模块了。幽鹏号货舱内，王栋穿上了密封的外骨骼装甲，以防万一，还是在不关闭黑洞巡游者引力场护盾的前提下，穿着全封闭外骨骼，驾驶矿船去回收那件模块，免得再出意外。片刻之后，王栋驾驶着矿船，抓着一个金属箱，迅速返回。右鹏号，准备接收舰载模块，将其隔离在4号机载舱内。右鹏号，舰载模块收纳进入4号货舱后，立即搭载。紫色孢子外膜已搭载，开启自检模式。自检完毕，未发现寄生生命入侵。看来是没有问题了，万幸。时间刚刚好，是时候返回本宇宙，前往集合地点了。这几次异空间战场中，净空采矿飞船起到一些作用，但终究只是采矿飞船。也许将其替换成太空战机，或者其他性能更强的飞行器，在某些时刻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这次集合，我轻装简从，只带巨蜥号、黑猫号、银羽号3艘火种战舰。有了之前的铺垫，而且选择保存实力的贵族领也不在少数，我只带3艘火种战舰是不会引起怀疑的。面对行星生命那种庞然大物，首要的是不会被它的大范围攻击一击破盾，否则很容易就会被接踵而来的下一次攻击直接重创舰体，甚至击沉。大多数突击舰承受不住行星生命的一次攻击。舰队，起航！王东阁下回来的真是刚刚好。第3阶段的行动计划刚刚下达，我这就为阁下讲解。那就有劳了。第3阶段不再开放任务自选方式，而是所有的舰队统一进行编组，纳入同一个作战指挥部统筹范围内，由北地大公领的陈德统老将军担任最高指挥官。这次集结了超过300艘火种战舰，以及其他2000多艘舰只，其中还有10艘火种巡洋舰。按照作战指挥部的要求，大舰队的编程与最基本的协同配合作战，并安排了1周的时间。另外，今天晚上会有一场晚宴，是结识其他舰长的好机会。明白了。王东阁下，您最近可是名人呐！初次带领舰队出击，就立下如此战功，真是咱们北地不可多得的英杰。多谢阁下夸奖，不过是运气好罢了。嘿，家门不幸啊，哪怕后辈中
出一个有王栋阁下半分才能的，也不至于我都一把年纪，马上要进棺材喽，还不得不拖着老病的身体亲自响应征召令。这次回去，怕是没几天活头了。当年先祖也是跟随初代北地大公南冲北战的猛将。左舰中搭载的紫色品质引擎，正是某次大战一时立下头功后，被初代北地大公作为武勋的奖赏得到的。估计呀，会被那些不孝子给卖掉。哦，紫色品质引擎，我手中有份紫色品质的4级生物精华液，最少可以延长寿命8年，不知阁下可有兴趣呢？真的？如果是真的，我愿意用我家传的紫色品质引擎交换。因为没有适合的引擎，天蝎死光炮一直没有办法搭载，没想到这次碰上了合适的。之前从史泰文明生物战舰残骸中发现的生物精华液，终于派上用场了。可以延长寿命的生物精华液的价值，想必您也是知道的。光是一件紫色品质引擎可不够。我再加5单位钛金，今天就可以将这些一并交给阁下。合作愉快，我稍后会将货物交易的地点发给阁下。合作愉快，合作愉快，王栋阁下，我又可以多享受几年了。优鹏号替换引擎，经过1天，交易终于完成了。这下天蝎死光炮随时可以启用。东风反物质引擎，最大功率250，能量消耗1单位每小时，经久耐用的构造使得它可以在1个小时内超频30%运转，并不留任何后遗症。优鹏号将东风反物质引擎提升至5级，星际猎手之冠提升至1级。东风反物质引擎需消耗2000元点，5单位钛晶，5单位低级能量结晶。星际猎手之冠需消耗500元点，1单位钛晶，1单位终极能量结晶。是否确定？确定。模块升级完成。东风反物质引擎，紫色品质，等级5，最大功率500，能量消耗1单位每小时。经久耐用的构造使得它可以在6个小时内超频30%运转，并不留任何后遗症。星际猎手之冠，金色品质，等级1，全舰所有武器攻击强度增加14%，消耗50点能量，给2光秒内的任意2个目标留下道标，在随后的400天内可进行远程追踪。完成了这一轮装备升级，我对后续计划更有把握了。第3阶段行动开始，舰队起航。王栋阁下，这次为了防止泄露军事机密，目标地点暂时保密。舰队中绝大多数战舰收到的都是一段段的坐标点，只有抵达一个坐标点后，才会收到下一个坐标点的具体信息。北地大公领的这种做法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行星生命可并非始终都静止不动的。王栋阁下，我们即将抵达这次行动的目标地点。根据情报，我们可以确定这次的目标，北地星域中最出名的大型星道团之一草帽星道团，他们的老巢就在附近空域。草帽星道团吗？在北地星域内可以算是一个小传奇了。据说草帽星道团的首领是平民出身，16岁就被迫加入星道团，用了10年时间爬上了星道团的首领位置，并将星道团的名称改为草帽星道团。又不知从何处获得一艘火种巡洋舰，最终成为大型星道团。我方舰队往整支舰队边缘靠，不要太引人注意。是。
在王栋的刻意操控下，黑石岭舰队逐渐退到联合舰队的边缘后方。他上次大出风头，是时候低调一点了。看来北地大公开始行动了。集装箱吊在行星表面裂开，大量粘稠的黑色液体从集装箱钻出，在行星表面蔓延。随着一声恐怖的吼叫，行星剧烈颤抖着，散发出一层淡淡的灰色的光晕。它苏醒了。这是领域空间，是领域。谁招惹来的大家伙？不要浪费精力了，这是领域空间，6级以上的极端个体类文明才有可能掌握的大杀器。除非对方主动放弃，或者将其重创，否则这层光膜甚至足以抵挡歼星级别的攻击。领域空间中，行星生命彻底苏醒，表面出现灰色的防护罩，联合舰队的攻击被尽数消弭。是幼年形态的行星生命，全员进入战斗状态，激活能量护盾，布焰星阵。大量浅灰色激光雨从行星生命上射出，冲向联合舰队。前方的火种战舰开启能量护盾，组成庞大的盾墙，将后方大量突击舰保护在身后，只剩下零星的攻击漏过。火种战舰展开能量护盾，先在前方顶住对方攻击，等待敌方第一波攻击过去。一些位于阵型中间、护盾品质较差的火种战舰，直接一下就被打爆。还好之前让舰队移动到了阵型边缘，巨蟹号只损失了不到20%的护盾耐久度，黑猫号和银鱼号只损失了35%的护盾耐久度。这玩意儿很强啊！敌方暂时停止攻击，立即反击，全舰队齐射，目标行星生命。是不是应该先沟通一下？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行星生命向来习性温和，没有主动攻击倾向，为什么会突然袭击我们舰队？别想了，人家都欺负到头上来了，还沟通什么？现在可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先战吧，领域空间都开出来了，我们已经别无选择。趁着行星生命停止攻击的空隙，联合舰队毫不犹豫展开反击。大量炮击在灰色光晕上轰出一圈圈的涟漪。就是这样，它的光晕变稀薄了，只要能攻破这层光晕，我们就能重创它。2侧火种战舰靠拢，填补阵型空隙，准备下一轮齐射。宇宙中，联合舰队火种战舰开启能量护盾，顶在前面。突击舰群位于后方，密集的火力锁定了行星生命。一轮轮齐射接连不断的落下，如同暴雨般炸开。继续炮击，它表面的光晕快消失了。或许是被联合舰队的攻击激怒了，行星生命不断震动，表面光晕变亮，大量粗壮的光束如同触手，疯狂地射向周围。被光束扫到的战舰无一例外，全都当场被摧毁。恐怖的威力震惊了所有人。这是一颗幼年行星生命应该有的实力吗？不可能，我曾经参与过一次成年行星生命的围剿，过程中它的攻击强度也就是这个层次而已。混蛋，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幼年行星生命。火种巡洋舰突前，护盾过载的火种驱逐舰后撤，突击舰全上前掩护火种驱逐舰。火种驱逐舰护盾重启后，立即返回前线。突击舰队前进，不惜一切代价抵挡敌方攻击。战场中，大量护盾淡薄的火种战舰后撤，突击舰在他们后方组成一道防线，发射着炮击，用自身抵挡行星生命的光束攻击。王栋阁下，要不咱们也往后撤撤？不用，我们一直处在阵列的边缘地带，受到的攻击频次不高，护盾还撑得住。我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大规模战役，一寸山河一寸血，哪怕有火种战舰这种利器，可火种人类文明能够占据下火种超星系团这样一片极其庞大的疆域，究竟是牺牲了多少战舰与族人的生命呢？突然间，行星生命爆发出一阵强烈的光芒，
更加粗壮的光束疯狂地扩散蔓延，横扫整个联合舰队的前沿阵列。王栋阁下，我方舰队能量护盾全部过载，舰体结构损伤。只一击就击毁了一半舰队。有朋号，随时准备支援。王栋阁下，行星生命表面的光晕消失了，体型也缩小了一圈。看来，刚才那种攻击代价不小。目标已经是强弩之末，这种程度的攻击不可能连续激发。所有战舰自由射击！所有人都被刚才恐怖的攻击给吓到了，但北地大公的命令让他们不敢后退，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进攻。更加激烈的炮下令开展搜救工作吧，统计一下我直属舰队的伤亡情况。他跑不远的，休整完成后立刻追击。是，立即对附近的友军展开救援。是。一尊遭到重创的幼年行星生命，我可是很感兴趣的。还好之前交战时，隐匿状态的幽鹏号就将追踪导标打到了那颗幼年行星生命的身上。上次战斗过后，这几天没有任何一支贵族领的舰队准备继续执行作战指挥部的命令，赶赴下一个坐标点，各自星灵散去了。看来对这次与行星生命突然交战的事故，北地大公给出合理的解释前，征召令是不可能再被贵族们继续执行了。根据小道消息，北地大公现在带着直属舰队正在深入未经星河，试图重新找到那尊行星生命的踪迹。看来，对让坐舰进化至战列舰的渴望，已经完全充斥了他的大脑，以至于忘了，对北地大公领而言，真正赖以统治广袤北地星域中大小上百家贵族领的，可不是一艘两艘火种战列舰，而是历代北地大公多年经营才树立起的威望。黄天力男爵的战舰上传出了战利品回收的漏洞的消息，现在各个贵族差不多都知道了，大家都开始大肆搜罗北地星域内的艺术品，已经有几十家北地贵族顺利完成了兑换。虽然风尘团们中的一些人提议要采取临时措施堵上这个漏洞，但由于新任北地大公尚未返回，以及风尘团内部存在分歧的缘故，始终无法一锤定音。而且绝大部分的北地贵族都在鼓噪，声称如果连征召令中最基本的功勋兑换都不能按章办事的话，他们将拒绝承认北地大公领的正统名义，并不会再履行下次的征召令。王东阁下，我们兑换的时机成熟了。根据情报显示，风尘团内的大部分风尘认为，出于维持北地大公领信用，还是应当予以回收。只不过，在下次征召令开启之前，必须将这个漏洞堵上。时机确实已经成熟了。很好，那就按计划行事。好的，阁下，我这就通知我仓管的兄弟，将您海量的艺术品化整为零，分配到各个北地贵族领的头上，兑换成功勋值。这些功勋值估计能兑换出北地大公领内的钛晶储量的一半，半天不到就能送到您的手中。已经全部兑换成钛晶了，干得不错，高荣。我已经为你和你仓管的兄弟，在金雀花联邦安排好了新身份。多谢阁下，那我现在就去安排善后事宜。王栋阁下，关于高荣两人，要不要？仲达，我对信用的看重，在你的想象之上。不要说是2名无关紧要的人员，就算面对的是高地子爵领，乃至天方伯爵领，我也依旧如此。他们不值得我违约。您难道不担心事后被北地大公领查出真相吗？10万多功勋，横扫了北地大公领库存量1半的钛晶，一旦传扬出去，可不仅仅是北地大公领会找您的麻烦。仲达，北地星域眼下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北地的问题可不单单只是北地的问题，
我们那位登基已经过5年的国王陛下，一直都死死盯着北地星域呢。你说，新任北地大公出了这种岔子，他会没有动作吗？有高荣2人面上的掩护，我们就不会直接出现在北地大公领的视线中，这就足够了。我是承诺为他们提供丰厚的报酬，并安排好金雀花联邦的新身份。但如果他们有贪心不足的迹象，或者有什么其他异常举动的话，那就不是我们违约，你也不需要客气。好的，阁下。就这么看重信用吗？不愧是我效忠的人。阁下，新任北地大公今天归来了，一并归来的大公领直属舰队止于半数了。他们在追寻那尊幼年行星生命的过程中，深入未经星河，结果重伤的幼年行星生命没找到，一路上却遭遇到多群星兽的袭击。经过多番苦战，好不容易才从未经星河深处退出。返回后，新任北地大公便与封神团中的几位老臣子发生严重的冲突。据小道消息称，险些当场动手。看来，北地的动荡要开始了。我们这次的目的也达成了，启程返回黑石岭吧。是。王盾阁下，我们目前已经抵达凤凰星系。经历漫长的航程，王栋的舰队抵达了凤凰星系设立的空港，众多战舰在这里汇聚，川流不息，尽显繁华。随着黑石岭的火种战舰数量越来越多，我打算建立一座领地学院，培养火种战舰上各个岗位的相关人才。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兵工厂与小型造船厂设备，各种弹药等补给品，不能全部依赖进口，要有一定的生产能力。造船厂不指望一开始制造战舰，但起码要能维修。凤凰星系作为整个北地星域数1数2繁荣的地方，我打算先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这是需要采购的设备和物资清单，还有招聘各类教官与工程师的数量，就交给马大兄了。我必定全力以赴。有北地大公领的慷慨解囊，幽鹏号进化为巡洋舰所需的100单位钛晶已经凑齐，将进化所需的材料混杂在物资中购买，也不显得扎眼了。曾豪，我需要你随我出去执行一个任务。遵命，阁下。这是……跟随着王栋抵达幽鹏号的停泊位，原本还在思索究竟是什么神秘任务的师尊侯，看着面前解除隐匿状态、悄然现身的庞大战舰，一下子惊呆了。欢迎来到我的战舰幽鹏号。阁下，竟然有这么强大的！曾侯，我任命你为幽鹏号的炮手主官，这是我们之间的契约。师尊侯具备的紫色品质异能精准射击，能够提高30%的命中率，简直是天生的炮手。这样的人才，不放在幽鹏号上，那就太浪费了。不得以任何方式透露有关本舰的任何信息。这么宽松的契约，王栋阁下竟然这么看重我，而我只不过是他俘虏过来的，竟然将我带上这艘从未露面过的神秘战舰，还任命我为这艘战舰的炮手主官。这种位置一般都是给予亲信的。这门主炮拿出来，就足以换到一支10艘以上火种战舰组成的舰队，更何况舰上其他那些我没有权限查看属性的模块，细思极恐呀！王栋阁下明明在几个月前还是平民，现在不但登上男爵领继承人的位置，还拉扯出一支由复数火种战舰组成的直属舰队。我本以为王栋阁下已经足够出色了，没想到他露在众人面前的却依然只是冰山一角。王栋究竟是如何在所有人都没发现的情况下攒下如此雄厚的底蕴的？这次将北地大公领捞出来的钛晶搬到幽鹏号上，我拥有的钛晶储备量第一次达到了3位数。唉，还是缺高级能量结晶啊。
北地大公岭库房内都没有存货。尊侯，这次让你过来，不仅是给你看看我的底牌依仗，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请舰长阁下明示。随我去猎杀之前逃走的那尊幼年行星生命。什么？猎杀行星生命？那可是将北地大公岭的直属舰队打得鼻青脸肿，好不容易才逃回来的行星生命啊！王栋阁下真的要一艘战舰就去追击？前世北地大公第2次追杀，一举获得行星生命内核，并将座舰成功进化为战列舰。这次有着星际猎手之冠的指引，它就是属于我的。向来以性情暴躁闻名的星猎鸟兽群，他们竟然对幽鹏号毫无反应。幽鹏号竟然具备这么强大的隐身能力，能瞒过以感官灵敏著称的星兽群。幽鹏号始终朝着一个固定的方位不断靠近。王栋阁下仿佛能够确定那尊幼年行星生命眼下的位置。幽鹏号上定然还搭载有某种能够定位猎物的模块。舰长阁下，你现在告诉我，这艘战舰其实是一艘巡洋舰伪装的，我也不会再惊讶了。巡洋舰？那还差一点儿。幽鹏号，将超新星爆射炮卸下，换上天蝎死光炮。有着模块搭载时间免除功能，搭载新模块所需的24小时时间被直接省略，短时间可以切换不同的主炮，无法利用这个功能进行不间断炮击。亦或是多准备几件能量护盾模块，当护盾过载崩溃需要缓冲时间重启时，直接进行瞬间更换。这些操作是不行的，每次更换搭载模块时需要消耗的原点，多来几次就是土豪也撑不住。更换模块后，依然需要等待缓冲走完，模块才能正常使用。换成了橙色品质的主炮，我竟然有一天能获得一门橙色品质主炮的操控权限。冲击太大，把我的炮手主官给整成傻子了。看来他这下是真的死心塌地要留在幽鹏号上了。哇，看看这恐怖的攻击强度，还有这么短的充能与缓冲时间。天哪！这是什么特性？挨上一炮还有活路吗？这简直就是一门集毁灭艺术大全于一身的完美造物啊！不行，我一定要亲手摸摸它，哪怕只是一下。这2门主炮，我可以玩上一辈子都不会腻。前方空域发现被标记目标。好了，以后小莫有的是机会。现在我们找到他了，维持体表的那层防御一直会消耗自己的生命能源储备，我只需要和他打持久战，一直给他放血就行。救生舱已成功逃离。在幽鹏号发动攻击的时候，远处幸存的救生舱也抓住机会，迅速逃离战场。算他们有自知之明，知道我们在战斗中不可能会撤去能量护盾，将其纳入舰内，因此选择迅速远离，不拖累幽鹏号。其实黑洞巡游者这件红色品质的引力场护盾，在进行收纳时是不需要关闭护盾的。在2人闲聊的时候，行星生命的反击也到了。一道急粗的浅灰色光束急射而出，正面击中幽鹏号。能量护盾在不断被消耗，但师尊侯还未来得及惊慌，就瞪大着眼睛看着箭在光脑的反馈日志。能量护盾耐久度下降2%，恢复中，99.1%，100%，恢复完毕。我是不是还在做梦？之前的遭遇战中，许多贵族领的火种战舰就是被这种浅灰色光束击沉的。幽鹏号明明是承受了一发比加强版还要加强版的浅灰色光束，可幽鹏号的舰内甚至没有丝毫的抖动，破损的能量护盾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恢复如初，这简直不可思议。看来火力还是不够，算了，也不缺这点资源。幽鹏号，
升级天蝎死光炮。天蝎死光炮升级到等级1，消耗600元点，3单位钛晶，1单位终极能量结晶，是否确定？确定。1小时后，在升级加强版的天蝎死光炮接连不断的攻击下，行星生命表面的防御终于被撕碎。升级后的攻击强度提高了20%，猩红灾祸的持续时间由1小时变为2小时，这下有他好受的了。等2小时，猩红灾祸效果消失后，继续瞄准他伤口炮击，持续给他放血。明白。2个小时后，行星生命表面破碎，庞大的星体也变得支离破碎。透过巨大的缺口裂痕，隐约可以看到里面的内核。经过3次放血，它缩小了很多，连最基础的防御层都已经撑不起来了。他应该在蓄力，准备跃迁逃走。朝他的伤口继续炮击，攻击内核，打断他的蓄力。收到。几道天蝎死光炮的猩红色光束精准击中行星生命，让星体的创伤更加剧烈。裂开的伤口喷出深褐色，犹如岩浆一般的液体，隐约可以看到深处的核心。他的生命源全被击中，现在已经无法进行空间跃迁，会马上进入最后的狂暴状态。尊侯，速战速决，以防动静太大，引来附近空域的窥视。是。